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特殊的地方？又跟姑姑撒娇，都多大一个男子汉了，我们还要赶着回去。你若是能丢开手，跟我们回去住几日也可啊。今年是第1年，人手都是新的，都不熟，得一点一点的教，就是挪不开手。明年就用不上操心了。今年怀天若是要做棉花生意的话，可以上我这处拿，这里离万丰、青州近，运输更方便。你说真的？杨怀天十分的高兴，若是有了货源，只要他肯跑，赚钱就不是难事儿。我骗你做什么呀？以后都是一家人，我难道不让你赚钱，让别人赚钱啊？傻不傻？我这处以前是种粮食的，还没有人知道种棉花的事情。姑姑那边每年都有人盯着，你就别抢了。我求之不得呀。说到这个事情，我还有事情要你们帮忙。8、9月的时候，我大概在北方了，那边今年出棉花不少。你们若是碰到问棉花的，可以把他们往那边引，价格嘛肯定会相对便宜一些，但是千万不要承诺别人什么，咱们自由买卖，引过去就成。至于他们找不找得到，我相信肯定是不难的。他那么大的棉花地，产量一出，不出名都难。姑姑，你放心，肯定给你把消息放出去。他们在庄子待了1天，最后在舒文恋恋不舍的目光中离开了三川县。彭东离三川县也不过2日的路程。这一趟去的倒是久，家里一切可好？我们日日盼着你们带消息回来，没想到你们这一去啊，就是1个多月。哎，怀天那小子呢？有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啊？他回镇上了，人家急着跑生意娶媳妇呢。春晓让小花将买的礼物拿下来送给几个孩子，几个孩子都高兴坏了。还是姑姑回来好，姑姑每回见我们都给我们带礼物。姑姑好，姑姑最好了。春晓捏了捏她的小脸儿。如今知道姑姑好了，以前啊还不要姑姑抱呢。姑姑抱，让姑姑抱。朵儿带着昌兴去玩会儿，姑姑回来都累了，让她休息会儿。如何了？成不成啊？自然是成的，日子定在了年26，娘说了，到时候一个也不允许缺席。淑凤啊被压到家里待嫁了，大嫂说螺肉铺子要麻烦二嫂帮忙打理了。这没啥，如今孩子都大了，有朵儿他们带着，我有时间。小西考得如何了？考上了，跟李正家的吴中一起考上了童生。我来的时候已经去县里的学馆求学了，这回夫子比之前那个更有学识，怕是再过2年啊，咱们家要出个秀才了。好啊，好。若是小琪考上了秀才，咱们家也算改换门庭了。日后昌兴他们有出息，咱们家多少年后说不定就成了书香世家了啊！可不是，我们来的时候村子里啊正在建学堂呢。李正说了，以后请夫子，村里的孩子都可以免费上学。日后啊，咱们村各家各户都要染书香了，咱们严家村啊要成为书香大族了。那可是镇子的独一份啊，走出去都有光啊！哎，你这回回来什么时候去北边啊？6、7月份吧，那边收成要比这边晚。到了8、9月收棉的时候，二哥，你帮我多看着些。去年村子里的庄子棉是按照100文一斤收他们的，咱们卖的是130文。我看今年也差不多。总之我不在，你帮我多盯着一些。放心好了，你庄子的活计啊比我能干，我自然帮你盯着。我也怕我帮不上忙，那我们是等你到时候一起回吗？你们这边若是安排好了就先回，不用等我。二哥，等会儿你找个人送我们回去，然后把这马车赶回来，以后这车就是你的了。我赶走了你的车这么久，你不会在心里骂我吧？那哪能啊，你车都送我了，拿去用一下我就骂你，那我成什么人了？哎，你只管用啊。用惯了马车，我如今啊都坐不惯牛车了。行了，二哥，你去忙吧，如今正是忙的时候，我坐坐就走了。这么快走？要不吃了晚饭住一晚上也行啊，我也许久没跟小妹你好好说说话了。不了，二嫂，以后有的是机会去。等我们日后啊回了青州，日日都可以待在家里，有说不完的话呢。严大和自己抽空把他们送回了庄子。春晓回到庄子，立马就把美满叫了过来。咱们庄子里头有没有男女相互有情谊的？美满吓了一跳。小姐，您是发现谁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吗？没有，之前我忽略了一个事，就是咱们庄子里的男女如今都是单身，若是他们之间想要组建家庭，这个是允许的，
这个是好事啊，我怕我之前没明说，他们有些私底下来往，所以想问问你有没有留意。小姐，您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您看到咱庄子俩谁俩在一起了才说这事儿呢，您怎么突然说这个？青州那边庄子里抓到一对有情人，我便顺水推舟让他们做了夫妻。想想本就该如此，这样不管如今有没有，你明日就发话下去，如果他们谁有这种想法，又两相愿意，让他们上你这处告知一声。虽说没办法办婚书，但是也算是承认的夫妻。到时候你给他们重新安排房间。但若是谁在一起了，又始乱终弃，别怪我到时候不客气啊。知道了，小姐，这对咱们庄子来说也算是喜事儿呢。是啊，我想着若是以后多了，咱们就在地外围建一排独立小院子，方便一家3口住的，咱们围墙都不用建了。那您可就亏大了，这做院子可比只做围墙花钱多了。这边的庄子如今是所有庄子里种棉花技术最成熟的一个庄子，也是春晓最放心的一个。上回您跟我说的事儿，我后来跟庄子的管事透了话，没想到还真有好几对想一起搭伙过日子，里面还有2对是带孩子的，今日才跟我报过来。小姐，这个咱怎么办好？就给他们单独分房住吗？可这带孩子的怎么办啊？先分吧，夫妻一个房，孩子们呢单独住一个房间。几对啊？我想着我们干脆集体办个酒席吧，也算是庆祝一下。生活要有仪式感不是？要给他们办酒？你把人弄清楚了，寄册子给我，我到时候让乡府户籍备注一下夫妻，总得有一个起码的名分吧，咱们也让他们高兴高兴。小姐，也就你时时都为他们着想。要我说，我们这些下人哪里像下人了？你不知道，都把村里人都羡慕死了。让他们羡慕。你下午就把名单给我，我明日就去办。你让厨房把菜办了，咱们后日下午就办酒，终于又可以热闹热闹了。知道了，我这就给您登记去。交上来的名单有6对，春晓第2日就去乡府住了关系录，又给镇子上的几对夫妻挑选新婚礼物。他回到庄子，就把新买的东西交给了新嫁娘，几人握着他的手，泣不成声。我这好心好意给你们送盖头，怎么你们是嫌我挑的东西太丑了？那也用不着哭吧。有好几个妇人都忍不住扑哧笑了。东家怪会逗弄人，明明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。要我说，我们这些下人哪里像下人了？你不知道，都把村里人都羡慕死了。让他们羡慕。你下午就把名单给我，我明日就去办。你让厨房把菜办了，咱们后日下午就办酒，终于又可以热闹热闹了。知道了，我这就给您登记去。交上来的名单有6对，春晓第2日就去乡府住了关系录，又给镇子上的几对夫妻挑选新婚礼物。他回到庄子，就把新买的东西交给了新嫁娘，几人握着他的手，泣不成声。我这好心好意给你们送盖头，怎么你们是嫌我挑的东西太丑了？那也用不着哭吧。有好几个妇人都忍不住扑哧笑了。东家怪会逗弄人，明明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。好了，不哭了，以后的日子好好过，都说了一天会比一天好的。东家，一个妇人看着他，突然就给他跪了下来。以后我们誓死都会跟着您的。这趋势不好，这一个跪，等会儿都得跪。春晓忙把他拉了起来。好啦，都说了，你们今后都是我庄子里的管事，不跟着我，还想跟着谁呢？明日成了亲，夫妻要和睦过日子，多余的我便不多说了。幸好不是今日，不然成亲的日子一个个哭肿了眼，他们几个得找我算账了。明日呢，准你们1日假，好好的把亲事办了。东家不用谢，您对我们的心意我们都知道了。如今庄子正是忙的时候，您还给我们办了酒席，吃完饭我们也算是礼成了，下午能接着干活。再忙也不在于这1日让你们歇你们就歇。下午的时候，小花把幸福一家人都接过来了，告诉他们庄子要办喜事，作为曾经的管事要过来喝喜酒。好啊，一次办几对儿，这是大喜事啊。可不是，就是看这大喜事，想着怎么着要把你们几个请过来热闹热闹，就1日也碍不了什么事的。我一个瞎眼老太太，本不该来凑热闹的，还给你们添累赘。老太太莫要说这样的话，
如今没有长辈，您在就是给他们添长辈了，他们盼着呢。第二日快午时的时候，严明礼跟村里的几个妇人就过来了。人一到，席面很快就开了。这场席虽然闹腾得欢，但是吃的并不慢，大家心里还记挂着外头各组没做完的活儿。幸福跟严明礼他们也记挂着事儿，吃完了饭跟春晓说了会儿话，便回黄口村去了。春晓在庄子住了1个多月，6月中旬的时候，带着小花雇了马行的车夫出发去往宿县。宿县的路程差不多是10日的车程。月底的时候，他们到了方家村。他们离开宿县前往方州向文县，路上要花整整的4天时间。二人刚开始还悠哉自在，结果走到半道就听说方州封府了。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，惊得他们心里有些慌。小姐，咱们还要继续往前走吗？春晓心里也不大得劲。如今消息这么传，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总要到了跟前，了解清楚，再做决定吧。继续走吧，到了跟前再说。两人继续前行，一路走了3日半，终于到了两府交接处。界处果然是设了路障，有官差把守。小花去附近茶寮问了，才确定方州确实是封府了，可进不可出。小姐，可进不可出，咱们还去不去？春晓站在马车跟前，咬着唇，不知道那头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，心里没底，十分的担心。在附近找一个客栈先住下来，打听消息再说吧。附近有个小镇，他们在镇上找了家客栈安顿好后，春晓便带着小花去瞎溜达了。哪个地方闲聊的人多，他便往哪处凑。这方州府怎么动不动就封了？这方州府封啊，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儿。前些年咱河间不是也封过吗？那会儿子方州还是人家的地盘，封府里头的人呐，惨了。总之不是什么好事儿。据说北边那边又打起来了，怎么都好，可别再打到咱们这处就是了。这仗怎么就没完没了的？这瓦剌不灭，人心不安呐。又打起来了？什么时候又打起来了？几人这才注意到问话的是个女娃，咳了咳也不搭理他了。他尴尬地笑了笑，带着小花去往了下处。又打起来了，不应该呀，这封府也才几天而已，他那边还有那么多的人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总不能不顾吧。他坐在客栈想了许久。小花，咱们去方州。小姐，不是说那头打起来了，您还去？只进不出，到时候有情况可就出不来了。那也得去，这头都安排好了，不用操心。但是那头什么情况都不知道，咱们还有那么多人在那里，不去看看怎么能放心啊？庄子都是其次的，主要是人，你知道吗，小花？那去就是了，大不了我保护你。这回大意了，身上只带了1000两不到的银子。进了方州府以后，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大的意外。如今外头都传那头打起来了，实际情况如何还真不好说。早知道就把那2万两银票都带着呢，有钱上哪儿都不怕。他们在小镇逗留了1天以后，第2天果断地过了关卡，进了方州府。小花颇有种豪气云天的感觉。当天晚上，他们到达了向文县。这外头说的沸沸扬扬，我看这县城挺好的呀，也没有见与别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，也没见民众慌乱，怎么就莫名其妙封府了呢？这还不好，你难不成还怕他乱啊？所以说有些事情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谁知道这个封府跟打仗有没有关系啊？不管怎么说，这边一切正常就是好消息。春晓提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一些。我哪会盼着他乱，我巴不得他太平呢。小姐，从向文县到丰岳县要6日的时间呢，咱这可有的走了。明是，我们先去铺子里买几个陶罐跟1袋粮食，再去买一些油盐备在车上。对了，马的口粮也多备几日的，怕路上出意外。小花赶紧翻了翻车上的座椅下盖，里头果然放着2匹布，还有针线棉花。19放的，还算他细心。再想想还有什么要准备的，若是出现突发状况，咱们用得上的。第2日，2人就赶着马车去各处采购了。准备好这些，他们没有继续在向文县县城继续待。原本春晓是想安全起见，要不就去马行雇个车，跟着他们的车走。结果人家如今不送人了，好在还有商队往丰岳那头送货，他们给了些钱，就跟在送货的队伍后头，也算是有个照应。
第9日的时候，他们终于到了丰岳县的地界，结果进城的时候，商队可以进，他们却被拦在了外面，说是特殊时期，丰岳县不能进出。这都到跟前了，结果不让进，春晓郁闷个半死。姑娘，这也是特殊情况，上次我们走的时候啊，都没有这个规矩，谁知道什么时候出了这样的规矩啊？我们也是不知情啊。不如咱把银钱结清，就此别过吧。我们都是在府城有备案的，进出自由不设限。你们怎么能这样呢？收了钱不把我们带到地方怎么行？你这把我们抛下，这城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若是出了意外，该如何是好？小花着急，都快哭了。那送货的领头也是个老实汉子，还是头一回碰上这样的事情。他看着2个姑娘，确实是挺危险的。我们也不知道会是这样的情况啊。你们等一等啊，我去问问当差的熟人。大约过了1炷香的时间，几个人回来了。你们是不是丰岳人啊？我们是青州人。那你们在丰岳县有没有产业呀？官爷说了，若是本地户籍或是产业超过数额，可去县衙办理通行证后进入。春晓忙从车厢角落翻出了地契，拿出了其中一张。这是我们在丰岳的地契，只是我们如今无法进城，要如何办理啊？这样吧，你若是信得过我们呢，你把地契给我们，我们替你去县城跑一趟，明日在这城门口碰，如何？春晓忙将地契给了他们。多谢几位大哥。这地契盖了官印，若不是他拿户籍过户，别人拿着也无用，他倒是不担心。刚刚我们中途有经过一间破瓦舍，你们晚上怕是要在那处将就一晚了，你们自己小心着些。几人交代了几句，就赶着车匆匆进了城。如今时候已经不早了，要到那处差不多要1个多时辰。这几个时辰的路上并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借宿的村落，他们也顾不上想太多。春晓带着他赶着车子急急忙忙地往那边赶。虽说他们可以宿在马车上，但是如今的天气马车闷热，不如住在外头舒坦。他们赶到了地方，天也快黑了。2人把马牵进了院子，果然是一处残破的陋室，屋顶都已经坏了一半。谁？把他跟小花都吓了一跳。原本以为这处没人，没想到这里是有主的。春晓忙走过去，就看到角落窝着一家4口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不知道这处是有人住的，我们要去丰岳县，今日进不了城，原本是想在这处借宿一宿的，那打扰了，我们这就走。姑娘，你们要住就住吧，这地方也不是我们的，我们也是借宿在此，那头还有个完好的角落，你们可以歇在那处，不碍事。他说了声多谢，就带着小花去里头查看了。房子里头没有水，没水也做不了饭啊。他走出来又在外头逛了一圈，还是没有找到水。那户人家的小男孩就在院子门口看着他。小朋友，这附近哪里有水啊？这里没有水，那头走一段路有水，但是没有东西装。我有东西装，你给我指个路好不好？那男孩看了看靠墙躺着的爹娘，有些犹豫。阿文，你带这位姑娘去打点水来。小男孩这才点了点头。我带你去。小花去找木头生火了。小男孩带着他们穿过了一片荒草地，走了差不多1炷香的时间，果然找到了一个小水洼。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？肚子饿，找吃的时候找过来的。我们每日都要来这处喝水。春晓于是携着坛子口装水。你们怎么会住在这里？来走亲戚，结果进不了城，盘缠不多，我们便歇在这处呢。小男孩蹲在另一边，用手捧水喝。这水不能喝多了，喝多了肚子该疼了。不喝我肚子饿得疼。姐姐，我好饿啊。饿？我们好几天都没怎么吃东西了，之前找了点野菜，娘跟我妹妹吃，但是还是好饿。走，你带姐姐来打水，为了表示感谢，姐姐回去给你做饭吃。这辈分真是乱了套了，叫她姐姐就姐姐吧。姐姐，你那儿真的有饭吃？是啊，水打好了，我们早点回去吧。那姐姐能给我爹娘跟妹妹也吃一点吗？可以啊，我多煮一点就可以了，都能吃上。太好了，那我娘能多吃一点吗？她吃的最少。可以。2人一起回了小院。爹娘，这位姐姐说她有吃的，
等会儿煮饭咱们吃。妹妹，咱们有饭吃了。谁有饭给咱吃？嫂子，我这里有米，等会儿熬了粥，咱们一起吃点儿。多谢姑娘，多谢了啊。他摸了摸怀里女娃的头。妞儿啊，你挺一挺，马上就有吃的了啊。小花的火已经升起来了，拿了个大陶罐去车上取了米，加了水，支了个架子，在火上煮了起来。车上没办法备菜，春晓在粥里加了少许的盐。没一会儿，小男孩过来了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锅。还要一会儿呢，可惜这处没有菜，若是放些菜就更好吃了。没有菜，找了许多地方，能吃的都吃了。小姐，你不是买了一小包干菇子吗？要不要给你放进去？啊，放，我都给忘记了。空气中飘着阵阵的米香，屋子里响起连绵的咕噜声，是肚子饿了的声音。没多久，粥就煮好了，浓浓的粥香引得众人直咽口水。春晓熬了一罐子浓稠的粥，他让小花拿了碗，给妇人一家添了2大碗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哥嫂子，我们碗筷没有备那么多，你们先将就着用。这一锅就煮了这么多，不够吃，等会儿再煮一锅。多谢，够了。哎呀，这么稠的粥，多谢姑娘了啊。男人忙端着粥到了妇人跟前。孩儿娘啊，你先吃，我来喂妞啊。妞多吃些啊，多吃些，咱有吃的呢，可好吃了。女人吃了2口以后，就开始喂小男孩。春晓迎着月光看着这一幕，与小花对视了一眼，原本准备添粥的碗又放了下来。要不我们下一锅再吃吧，我不是太饿。那等他们添完了，我再给小姐你煮一锅。2个孩子很快就把2大碗的粥吃完了，小男孩吃得十分的满足。大嫂，你们赶紧把剩下的打走。来，阿文，把你爹娘的碗拿过来。已经给了这么多了，怎么好意思再要？没关系的，嫂子，你们把剩下的盛了，我们才好煮下一锅啊。这会儿已经不早了。妇人一听，不再推辞。春晓把锅底刮了个干净，也懒得再洗锅，直接加了米跟水，开始煮第2锅。妇人跟男人吃得十分的快，很快就吃完了，肚子几分饱，也不再像之前那样气息奄奄。不好意思啊，姑娘，这碗我们明日洗了再还你。不用了，你们留着用吧，原本就是买着备用的。小花的粥熬熟了，2人也吃了起来。今日的粥确实是香，春晓平日饭量不大，也吃了满满的1大碗，小花就更不用说了。最后吃完，锅里还剩了1碗。大嫂，我们这儿还有1碗，实在是吃不下了，要不你们添走吧，不然这天气热，到明天该馊了。男人原本不好意思要推拒的，一听要馊了，忙拿着碗过去，把粥都接了过去。多谢啊。不客气。我听小文说，你们是来走亲戚的。是啊，我娘家是丰岳县的，我们是那头象文县的。8月15说来看看，租了牛车来这里，结果正巧碰到丰县了。原本想着这么大老远的来一趟不容易，干脆等等，结果这等的路上盘缠被花起子偷了，这回又回不去，索性想再等等，结果就变成这样了。今日若不是碰到了姑娘，我们怕要活活饿折了去了。那是咱们的缘分，我们也是要进城没进去的。小妹妹，吃饱没有？吃饱了，太好吃了。吃饱了就好，今日真是吓死娘了。今晚也只能窝在这处睡了，好在还有一家人陪着他们，添了几分安全感。小花怕半夜来人拿马车上的东西，把春晓安置着靠在墙边睡下后，她自己则爬上马车，靠着马车车厢的香沿睡了下来。这一夜虽然睡得不算安稳，但是还算踏实。第2日天微微亮，春晓就醒了，她自己的感觉就像是坐了一晚上的绿皮火车一样，身子僵硬。昨日多谢姑娘搭救了。我们今日就要走了，等会儿呢，给你们留几斤粮，再留一个陶罐给你们，希望你们能顺利回乡。说完，他又从袖子里拿出了几两银子。这些钱就当是给你们回乡的盘缠，收好，不要再被偷了。路上应该有那种运货的车队，给些钱，让他们搭你们回去。那妇人跟男人看他给钱，忙给他跪下。姑娘大恩，
做牛做马，来世定当报答。他们虽然知道这钱不好收，但是这个时候这种状况，为了2个孩子，他们也不得不收。这是走运遇到了好人，后头还能不能碰到，那就难说了。春晓忙将他们扶起来。出门在外，谁还没有个落难时候？嫂子，你们就别客气了。2乡人道了别，小花就带着春晓赶着车离开了。小姐，您这是又行了一善吗？我就说了嘛，能遇到您的都是幸事。这种时候不帮忙，什么时候帮忙啊？几两银子就能救人家的命，小花，这钱花的可太值了。他们走运，若是碰到别人，那就未必了。2人到了城门口，结果等到日头都升上去了，也没有见到人来。小姐，他们不会真拿咱们地契跑了吧？这么久了还不来？不急，再等等。不行，咱们再想办法。就在他们等得快要放弃的时候，有人找过来了。请问是不是严姑娘啊？来人并不是之前送货的人里面的，不过既然问到他们，肯定是人家叫过来的。老伯，我姓严，您是马行的人吗？让严姑娘久等了，我是马行的。他掏出2张纸递给他，这个是您的地契跟入城证明，你们可以进去了。太好了，小姐，咱可以进去了。这门口还有人等着老朽，老朽就先走了。老伯慢走。春晓拿着证明，对着小花笑了笑。走，咱们进去，先找个客栈洗澡换衣服。还是洗澡舒服。小姐，咱要明日才能回庄子了。我看这风月城内也挺正常的，为啥封城？春晓也想知道。我出去走走，你就在客栈等我。他想去摸摸消息，于是去了附近的茶馆。今日为了探消息，他连城郊的庄子都没有去，结果探来探去也没有觉得听到了多有用的消息。他略失望地回了客栈，在客栈好好的休息了一晚。第2日一早，他们便急急忙忙地去了郊外的庄子。夏十一看到他简直是激动坏了。春晓用了1天的时间在庄子里转了转。你们去关山庄子没有？那边棉花种的如何了？你们去关山庄子没有？那边棉花种的如何了？分到这边来以后就没有去过了，只2、3他隔一段时间会过来瞧一瞧，看一看。最近也差不多有2个月左右时间没来了，应该是那头太忙了吧。2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来了。春晓有些惊讶，这就有些奇怪了，不应该呀。作为一个管事，粮食收成了，怎么也该来看看才对呀。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？他心里十分的不踏实，决定明日先去围村那边看看，看看是不是围村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样想着，晚上躺在床上便睡得十分的不踏实。清早，他顶个熊猫眼，带着小花出发了。许久不来，我看棉花长得不错，怎么样？庄子上一切可好？东家，咱这处没事，关山那边有事。几人有些焦急地看着他。大管事他去了都1个月没有回来了，我们的人过去打探消息，说是那处被封了，人出不来。为啥封了？是整个一片都封了，还是封了什么地方？说是那头打仗，封了好几个镇子，具体的我们就都不知道了。您如今来了，要不我们明日抽人去那头仔细打听打听。你们别管了，如今棉花已经接续了，看这个样子，再过半个月就要采收了，可不能大意啊。东家，我们还想着您今年是不是不来了呢？前些日子有好些人上咱庄子问棉花的事情，这大管事不在，我们也不敢随意做主，就把人给打发了。如今2、3不在，你们便要做主拿主意。你们也知道，这棉花是有卖的，有人来问是好事，说再有人来问，你们可以自己做主卖了。这棉花价格110文到130文的价格区间，你们自己定，切记不要得罪人。若是村里有人来要，跟彭东那边一样，卖个80文就行了，但是一定是他们自己买来用的，不是买来卖的才行。咱们最好心，但是也没有为别人做嫁衣的打算。东家，您这样说我们心里就有底了。刚开始来问的时候，我们可是慌得很，就说主事的不在，就把人打发了。这边500亩的棉花能收不少，你们算账的时候两相对一下数目，大抵不会错的。东家，如今那边封了，您是不是就待在这边呢？
那边封了，我不放心。明日我要想办法看能不能进去看看。这边你们自己看好了。几个妇人都吃了一惊。东家，您要自己进去啊？那进去就出不来了。咱管事的就是进去就没出来了。听说还有官兵把守呢。没事儿，我过去看看情况再说。你们这处离那处远，最近看好棉花就行。收成的季节，记得找人巡田。春晓他们还没有到关山庄子，只到了水关镇，便发现镇子被封了，完全进不去。到附近打听，听说镇子上大部分人都已经暂时迁到别处去了。迁走了那些地里的粮食怎么办？咱们的人肯定都在里头呢。说是都迁走了，肯定还有很多没有走的，咱们得想办法进去。他一连跑了几个地方，到处都围得死死的。赶紧走，这边如今是危险区域，不想早死就赶紧走。他是铁了心要进去的。这位军爷，我是来找你们徐丈司的啊，就是徐东升。怕他们不知道是谁，他又特意说了个全名。你找我们徐校尉干什么？很好，认识就行。只是怎么又变成校尉了？我有要事找他，他是不是又去运粮了？徐校尉没有运粮，他如今在军营。你是他什么人呢？找他何事？我是他姐姐，去年年底还给你们军营送过卤肉的，不知军爷有没有吃过？那卤肉就是你做的？旁边的几个当兵的也凑了过来。二赖，大白天的说什么卤肉啊？听到这2个字，我馋虫都出来了。这位姑娘找咱们校尉，她说她是校尉的姐姐，这卤肉就是她做的。几人齐齐看向了他。去年那卤肉啊，真是你做的？哎，你们铺子开在哪里呢？几人开始变得笑眯眯的。这画风变得可真快，春晓有点被逗笑了。我这边没有铺子，只有棉花庄子，就是那个关岳庄子。几位兵爷若是喜欢我那卤肉，我到时候做一些再给几位送去。只是如今没有原料，还得带我采购好原料再说。不必不必，你既然是徐校尉的姐姐，那咱们有话好说。几人咕噜咕噜的商量一阵。徐姑娘，你在这处等等吧，我们去给你找人，怕是要多等一会儿呢。多谢几位小哥，我们就在边上营处等着，不妨碍你们。总算是有了些眉目。小姐，您上马车坐会儿吧，这要是找人，怕是没那么快。这有认识的人就是好说话，幸好有您的同乡在。是啊，不过当初买这处也是看到他在这处，也不知道里头情况如何了。等会儿他来，正好可以问问清楚。小姐，校尉是个什么官？我也不知道。以前是丈司，如今是校尉，也不知这官是升了还是降了。这若是问，万一降了，那不是戳他的痛处了？等会儿人来了，你就别问了，大抵啊就是个官，跟咱们也没有多大关系。东升差不多2个多时辰后来的。姐，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东升焦急中透露着欢喜。东升，庄子要收成了，我总得过来看看，你们这处到底怎么了？我感觉整个方舟都不太对劲儿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？我想去庄子，你有没有去过庄子？那头如今好不好？什么情况？村子里的人都走了吗？没人，那就没人干活了。那么大块地方，10来个人怎么都转不过来。庄子那头没事，你们庄子附近的村子人都没走，我们的人劝了许多次都没走。姐，你放心好了，只是如今确实是起了仗。姐，要不你还是待在别的地方吧，这头实在是危险。东升，我想要去庄子，人都在里头呢，我不放心啊。要不你们先让我过去吧，真危险的时候我们自己会逃的。你们封这些地方是怕进奸细吧？我们知根知底的可没有这个顾虑的。东升虽然不想让他冒险，但是对于他的请求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最后还是让人放行，把他们放了进去。姐，你们到了之后就待在庄子里，不要到处乱走了，我怕到时候真的有危险，找不到人就麻烦了。关岳庄子离驻地近，你那边有大片的棉花，如今庄子附近都有兵士把守的。为何？前一段时间风月县确实混进了奸细，粮食跟棉花这类物资对于两方都十分重要，有好几处粮庄都被盗了，他们的路线我们至今没有摸到，所以最近查得比较严。这边这几个镇子都被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以前你那处是一片荒地，如今是大片的棉田，早就引起注意了。还有一个事情。东升有些愧疚地看了春晓一眼。今年的棉花不去外头收了，
上头说就蒸你那棉田的，对不起啊，春小姐。征收的价格会让春晓损失一笔不小的银子。其实春晓心里也早就有了些预料，他们要棉，自己都送到眼前了，他们怎么会舍近求远呢？这有什么？我早料到了，军营征收也是买，90文的价格也不低了，减去要支付的工钱，我还是大大的赚，不要紧的。关山庄的附近3个村子的人都没有一个人走，大概都想着棉花要采收了。上头要是不知道这个事情，那肯定是要强行撵人的。他们也是看中这批棉花了。所以说啊，有利就有弊。你想想，若是把我的人都撤走了，封在那里，我的棉花非得烂在地里不可。东升把他们送到半道没有任何关卡的地方，就自己回了军营。平日里见你话多，怎么今日倒是不吭声了？我不敢啊，小姐，他穿了铠甲还提了刀，怪吓人的，跟平时一点也不一样。我怎么没觉得？就小姐你不觉得，谁看了都得怕。那刀肯定是杀过人的。两人快靠近关山庄子的时候，突然就过来了一队士兵要盘查。我们家小姐是这庄子的东家。你们打哪里进来的？四周明明都已经封了。你们不知晓徐校尉是我们小姐的弟弟吗？我们是他带进来的。士兵信了一半，但也不敢马虎。你们等着啊，我叫人过来辨认一下。很快，23便被叫了过来。他看到春晓，激动得不能自已，都来不及管那些兵士了。东家，东家，您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你怎么还进来了？先别忙着叙旧，他果真是棉庄的东家？是，官爷，他就是我们的庄子的东家，这棉花都是他浇种的。行了，你们走吧。东家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来了怕是难出去了。我不来看看怎么行啊？这边封了，我不清楚情况，在外头也只会干着急。进来就进来啦，庄子里的人可都还好？都好。前些时日，军营那边动员撤离，附近好多村子都走了一部分人了，就是咱们附近的人一个都没走，日日都在地里忙活，才不管那么多。只是军营来了人，说是要征咱们的棉花。征就征好了，这封了，平时吃用怎么办啊？这菜地里如今长了许多菜，粮食之前都早有准备，那都不用担心了，你放心好了。这处怕是要等棉花采收之后才能解封了。莫仓关那边最近一直不太平，那些当兵的也不是时常在这处，对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。咱们去棉花地里看看吧。东升2日后又来过一趟，见庄子无事，急匆匆地走了。9月10号的时候，庄子开始了第1轮的采收，所有的人都忙了起来。棉花收好就铺在院子里，由专门的人挑棉籽装袋子，一日差不多要收上万斤，大家都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。这一天来了一队兵士，小花跟几个妇人在院子里除棉籽，见到一群当兵的，差点吓得动弹不得。小花姑娘莫怕，这是我们参将大人，我们来啊没有恶意，有事情找东家而已。要不你们先去后院吧，啊？我等我们家小姐，她习惯我作陪。一点点山鼠胆子，倒还知道忠心。怎么，徐校尉在这里，你害怕我们把你们小姐怎么了？你放心吧，我们虽然长得糙了些，人都是好人啊。那我去给各位泡个茶。小花就要待在这处看着春晓，没多会儿，23就跟着春晓一起来了。春晓看了一眼一旁的东升，严东家，这是我们的参将大人，今日来是有公事要谈的。是公事公办的语气。春晓看着东升的脸色，招呼那群人坐下。参将大人今日来是来收棉花，这才采收了几日而已，第1轮都还没有采收完呢。严东家，我与你长话短说，今日来呢是要征用你的棉庄。春晓一惊，这征用跟征收可是截然不同的概念。如何征用？我这处正是收成的时候，参军大人想如何征用啊？就几日后吧。他对着边上的兵士使了个眼色，兵士便去了各处。原本在院子后头干活的妇人也被赶了出去，连小花也被赶了出去。这仗啊打了大几年了，死伤惨重，是时候该收手了。我们在敌方安插了我们的人手，要打一场埋伏仗。你这处的棉花就是绝佳的诱饵，还有几个粮庄也是。他愧疚地看了东升一眼，这处怕是保不住了。所谓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。春晓如今的心里拔凉拔凉的，人家如今要用他的庄子设伏，这一打起来，
地里的棉花自然是保不住，但是他有的选吗？他根本就没得选。这怎么成啊？那这一年的收成不就是这么没了吗？春晓不说话，二三却开始着急了。东升看着春晓的沉默，心里特别的愧疚。当初若是不买这处庄子，就不会碰到这样的事了，都是因为他的一点私心。什么时候啊？其实他也知道，这样专程来跟他讲，已经是看到东升的面子了。他说的这些都是作战机密，若非必要，轻易不会与外人说。如今却提前告知了他，还给了他一些准备时间。严东家，再给你们5日的时间，第5日，我们的人会带着你们跟村里人一起撤离。等这场战役之后，庄子的损失我们会给一定的补偿，但是肯定比不上你们的棉花收入了，我们也只能尽力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参将也没有想到他答得如此干脆，有些诧异地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东升。严东家，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？其他的没有了，不过撤离的时候要麻烦您那边多借我们一些车，再过几日我们差不多有10来万的棉花，庄子里还有许多工具，没车运不走。啊，这个你放心，我们要转移各处的人，车队是必不可少的。参将大人，我能跟徐校尉单独说几句吗？去吧。春晓将东升拉到一边。上前线，你也要去吗？对不住啊，春小姐，今日的事情都是因为我。棉花的事情咱们先别提了，我说上阵杀敌这种事，你是不是要参与？失财是小，但是对于东升来说，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。若是有了意外，可如何是好？春晓有些焦急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春晓除了叹气就是叹气，他人在军营，不能决定自己的生死。说的难听点，现在就算是明知道是条死路，上方让他去，他们也只能去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你千万要当心啊，多想想你爹，其他的我说了也是废话。东升抿着嘴看着他，最后依旧只是点了点头。说完话，人要走了。严东家，今日说的事情的重要性不用我多说，你们可要管好自己的嘴巴，不然我们可没得什么人情可讲。大人您放心，我有分寸。我这最后问一句，这棉庄征用了，你们还要收这棉吗？那参将一时也被他问懵了。看结果吧，希望是不用了最好。军营的人走后，春晓立马让二三把庄子的管事都叫了过来。咱们5日后要撤离，这几天的时间，能采多少是多少，采不了的也没有办法。东家，那剩下的咱就扔了。管事们都肉疼不已，说是一轮一轮，其实这1个月是持续的，棉絮个个枝都在陆续吐絮，让他们看着大好的棉花丢弃，他们如何忍心？东家，咱们辛辛苦苦1年就这样扔了，这些当兵的也太可恶了。哎呀，你们都少说2句吧啊！你们以为东家愿意啊？哎呀，你们都少说2句吧啊！你们以为东家愿意啊？如今可不是讲究愿不愿意的事情，今日那些兵也已经算是10分客气了。二三说的对，这件事情由不得咱们，你们下去，提前把这个月的工钱给村里发下去，能抢收多少是多少，其他的话不要多说，在一起的时候也不要多讨论，知道吗？众人知道事态的严重性，纷纷点了点头。二三，咱们庄子里的东西这几日都清点好，该打包打包，到时候一说走，可没有什么时间给咱们的。东家，我这就去统计收拾。这日之后，庄子进入了高度紧张状态。到了第5日早上，东西都收拾得差不多了，他们还在地里摘。如今家里收的棉花已经有14、15万斤，已经是最大力度抢收的结果了，谁让他们这处地多呢？官兵们是中午来的，同时还来了大队的车辆。姐，头安排我们来的，赶紧收拾吧，送去哪里你说一声，我送你们过去。总之啊，是离这处越远越好，越远越安全呢。去我们城郊的庄子吧，怕是有些远。没事儿，村子里的人呢都得转移去县城善堂，1日功夫要的。很快，全部马车装满棉花后，小花坐在前头，带着他们先去往了城郊那边。牛车载着庄子的东西跟棉花紧随其后，春晓跟着二三留在后头，等着他们返程的第2趟。东家，这头这样撤离，敌人不会察觉出异常吗？咱们是站在这个视角，所以觉得事情清楚明白了。敌人要知道这些消息，
要靠打听，最终打听到什么，就看这消息是什么了。你昨日没听那个参将说吗？那头有咱们的人混淆视听，而且这边早就开始撤离了。他们就算知道，也只是以为是为了避险。嘘，咱们还是不要说了，怕隔墙有耳。车子一直跑了3趟，跑到半夜才将东西全部弄走。春晓对水六他们十分感谢，送他们走的时候，让他们务必保重自己。大家都忙了个通宵，将东西归置好，放到了大仓库。如今这边的粮食是已经收完了，但是围村那边500多亩还在收棉花。春晓觉得不放心，决定天亮以后就带着2、3他们去围村帮忙。东家，那个管事的他们出来了。他们看到后头的车跟人。东家，这是今日买卖后多余的棉花都拖去城郊，其他的暂时先别问了。这处虽然离关山远，但总感觉这时候不太安全。这天他们正在地里收棉花，有村民急急忙忙地过来传话，说是关山镇那边的敌人进来了，打得厉害，让他们赶紧走，最好去县城那边，若是能出城就最好。大家开始莫名的心慌。走，咱们都回城郊那边去。2、3跪到了春晓面前。东家，你们先过去，我就在这边看着。如今村里还有许多人不走，我跟他们一起看着这处地，若真是危险了，我们会自己逃命去找你们的。东家，您赶紧先走吧。春晓赶紧把他拉起来。2、3，我知道你不放心棉花地，但你要知道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棉花咱们已经收了一半了，等咱们这边局势稳了之后再种就是了。这个时候都不许犯傻。2、3还想坚持，春晓板着脸不高兴了。这种时候你们要服从安排，现在赶紧去收拾东西，顺便让村里的人都回去。你去村里把这个月的工钱先给他们结了，咱们收拾好了就走，顺便跟他们说清楚，说危机过去了我们还回来，让他们放心。地里后头的棉花他们要用就自己摘，咱们也管不住了。幸好之前的棉花每日都有运走。几个管事虽然肉疼的都要哭了，但是春晓这样说了，他们又不能不听，只能各自去收拾东西准备。傍晚的时候，庄子的人全部跟着春晓的马车撤出了围村。春晓肉疼地看着远去的棉田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相对于命来说，钱显得无足轻重，而且他如今并不缺钱，自然是保命重要，不管是不是真危险。20多号人一起聚集到了城郊的庄子，这边离莫仓关就相对较远了，暂时若是没有意外，应该是安全的。等待无疑是焦急又难熬的，就这样一等就等了差不多10来日的时间。县城如今也是人心惶惶，所有人都做好了出示弃城逃跑的准备，就连春晓也开始打算收拾包袱离开风月县。棉花一时带不走又没法卖，只能先存放在这处，保不保得住就看命了。就在大家都觉得前途未卜的时候，前方终于传来了好消息，瓦剌国递降书了。此时距离他们离开庄子已经20日有余，一时之间大家都高兴疯了。春晓也被这个消息震愣住了，递降书是不是仗打完的意思？是不是以后都不用打仗了？小花，仗打完了，仗打完了，小花。小姐，咱们胜利了，咱们胜利了。2、3找到春晓。东家，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回关山庄子了？他们也想回围村那边，咱们走了这么久，地里如何都不知道，兴许还有波抢收的呢。行，那咱们明日就回庄子里去，明日先去围村庄子那边，再回关山庄子。仗打完了，封禁肯定已经撤了，就是不知道东升他们怎么样了，他心里很是担心。牛车早上出发，申时过才到围村。一回到庄子，看了看地头，众人心都有些凉。地里的棉花已经收得所剩无几，也算是他们的意料之中。好在住的小院并没有被破坏，还有乱入的痕迹。他们开始收拾整顿带回来的东西。春晓他们今日就在这边待一晚上，明日再去关山村子。大家正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村子里头来人了。东家，你们总算是回了。这棉花放到村子里，我们都担心保存出了差错就麻烦了。说着招呼身后的人都去领麻袋。赶紧的，得把自己的棉花收好了拿过来。看着妇人们一个个领了麻袋，急急忙忙地走了。李正，我都不知道如何感谢你们好了，你们之前一直待在这处没有走。
村子里的男人跟孩子都走了，就怕出了意外，连个苗都灭了。我们这些老头子还有妇人们都没有走，好在也只是惊吓了几日，没发生什么事情。如今好了，如今打了胜仗，日后都不用再提心吊胆喽。东家姑娘也不用说什么感谢的话，你这庄子养着我们村子的人，我们都盼着他好呢，哪有不帮忙收的道理，都是应该的。他都没有想过棉花还能失而复得。想到此处，想到村里人的所作所为，心里突然就十分的感动。这些村里人若是不说，他们也没办法追究。剩下的棉花数量可不在少数，若是拿出去卖，对于他们来说可是一笔巨款了。但是他们却没有想过据为己有。李正，你们为我们做了这么多，我们总要感谢一二。这样，村里按户，我们每户送20斤棉花，让大家都来领吧。你要送我们每户20斤棉花？您按户领吧。20斤对于村里人来说不是少数，一下子给他们20斤，今年的冬天把旧衣拆了就能有厚袄了。第2日，春晓带着关山庄子的管事们赶着牛回了关山庄子。他们原本满心欢喜，结果到了庄子却傻了眼。地里焦黑一片，到处都是焚烧过的痕迹，院子也有破损的痕迹，当即就有几个管事忍不住落泪了。这怎么变成了这样啊？咱们这处怕是要重新修葺了。你赶马车去附近村子看看，看村里人回来没有，顺带看看村子里的房子是不是也损坏了。虽然心里凉，但是春晓只能让自己打起精神。他若是萎靡不振了，那其他人更不知该怎么办了。先把该收拾的收拾了，这房子原本就是旧屋修缮的，如今破了，有些干脆就请工匠重新做好了。修的时候就先修住好的那几个房，重新翻新，到时候你们还能住新的。1年辛辛苦苦的收成变成如今这样，东家，我这心都快滴血了。没事儿，这仗打完了以后都不会碰到这种事了。明年啊，咱们再好好的种，不是都收了有一半了吗？再说了，这棉花地烧了，就当给地蓄肥了。咱们把地深翻一下，明年兴许长得更好，收成更高。妇人们开始将牛车上的东西都往库房搬，春晓跟小花则开始收拾屋子里头。二三很快就回来了。东家，关山村跟天一村的人没有回，莫家村的人回来了，他们还问能不能回来上工呢。我说庄子坏了要修，上工再通知他们。村里有些房子也坏了，这几日他们怕是也要修房子。我们去一趟莫参关。东家，那边都是当兵的，您去不好，有什么事情啊您吩咐一声，我们替您跑就是了。是啊，东家，找泥瓦班子我让2期去也行啊，我替您去莫参关。春晓看着他们，欣慰地笑了笑。如今都打了胜仗了，有什么好怕的？那头都是咱们自己的兵，我就过去探探情况，不碍事的，就按我说的办。这修建房子是目前头等大事，二三，这事儿就全交给你了，我就不操心了。春晓带着2期还有小花去了莫参关，一路上房屋残垣断壁，惨不忍睹。对比之下，他的庄子也算不得什么了。马车沿着大道跑了1个多时辰，终于碰到了一处关卡，被拦了下来。到驻地了。我找一下参军大人。你找哪个参军啊？哪个参军？就这么参军的叫，倒是忘了问名字了。那我找徐校尉徐东升，他在不在？春晓问得有些气弱，生怕听到不好的消息。校尉我们这里有不少，你找他们合适，若不是公事，怕是不能通传。啊，我是关山那片棉花庄子里的东家，之前参军去过我们那处的，我如今找他要个说法而已。当兵的一听，眉毛皱得更紧了，脸上也变得有些怪异。他与边上的人嘀咕了几句。你等着，我们这就去通传。东家，若是他们不肯给说法怎么办呢？那只能自己认栽了。咱普通老百姓哪里斗得过当官的？我今日来也不是主要为了说法来的。3人在路口等着，差不多等了半个时辰才来人。严东家，你找参军跟我来吧。将军他们正在与丰岳县的县令说话，参军大人也在里头。春晓一听有些退缩。那既然是在商量大事，要不我改日再来吧。你找都找过来了，就随我来吧。
参军说正好县令在，这事可以一起谈。马车不让进，春晓便让小花守着马车，待在外头等他们。他带着二妻跟着军营的士兵进了营区。这处扎了3万多人呢，多是些伤兵在此处治伤的。3万多，比他想象的都多。你们跟着我走就是，正好今日大将军他们都在。他不想要这个正好啊，他一个平头百姓见将军做什么？徐校尉他如何了？手受了伤，不过没有什么大碍，你放心好了，等会儿你也能见到他。还好东升只是胳膊受伤，没什么大碍，他这心里放心不少。参军大人，严东家莫怕，将军正在主帐接见官员呢。您来可是来问那处棉田的事情？这边镇子损毁颇多，怕是还要些时候清算，赔偿的方案呢，也要些时日才能出来。今日也是赶巧，相府的亭长还有几个庄子的东家都来了，你们怕不是约好了的吧？我还是第一次见严东家，之前知道今年有一片免税的棉田，实在没想到东家是个姑娘。我们时常从那棉庄经过，都羡慕这棉庄的主人是个能干之人，把那棉花伺候得这样好。今日听参军大人介绍，才有缘结识严东家。参军大人说笑了，若是约好的，自然是一起来了，怎么会有先有后？他按着旁人的指示坐下。我今日来也不是为了谈赔偿的事情来的，实在是您这处先前说要征我们的棉，虽说庄子地毁了，但是毁之前我们也是收了一部分的，我想过来问问还征不征？不征的话，我们是否可以自行处理？这个是我们疏忽了，如今这战事呢算是停了，正等朝廷来人签和平盟约。本地驻扎在这处的士兵会继续驻扎，但是要少很多，其他的人呢都要返乡了，这棉花自然是不征了。严东家，收成你们自己自行处理就好了。春晓心中一喜，如此还能减少一些损失啊，那民女心里就有数了，多谢大人。此次战役水关镇受损严重，伤员也不少，将军那头正在跟县令谈安置的事情，你们有什么好主意也可以提，咱们群策群力嘛，3个人出主意总比1个人强不是？我知道各位都有损失，但还是希望各位有大义，把目前不好的挺过去再说。参军大人一心为国为民，尔等敬佩，上头如何安排，咱就听吩咐就是了。春晓心下安定，跟二妻坐在一旁听他们谈论国家大事，想着等说完了他们就该回去了。谁知外头突然来报，说是将军带着县令过来了。大家齐齐站起了身。都坐吧，既然都是说战后重建的事，也没有必要分两头，都一个帐子里说好了，别客气了，都坐。他坐在最边的角落里，希望大家不要注意到他，可奈何在场的就他一个女流，想不引人注意都难。他们都是水关镇庄子的东家吗？回将军，这些都是附近庄子的东家，那边角落的是棉庄的严东家，损失最为严重。邓参将突然指了指春晓，春晓不得不站起身。将军，民女今日来不是来问赔偿的，只是过来问问参将大人，我庄子里之前收的部分棉花是否可以自行处理买卖。这个时候如果不提前表好态，让人家将军以为他是来要钱的，那还了得。想不到棉庄的东家居然是个女人，倒是巾帼不让须眉。那将军示意他坐下。今日县令来，一为伤员安置的事情，第二个就是镇子各处的补偿问题。原本我是不管这些的，我是一个粗人，打仗在行，搞这些实在是不行。但是我刚刚也听了一下，也确实了解了县里的难处。如今县库根本就没有什么钱，正好大家帮忙出出主意。一般谈到这种事情，谁发话谁倒霉，所以大家都是一言不发，不做那个出头鸟。伤员安置倒是问题不大，之前县里花钱修了不少的善堂，用来安置转迁的村民。如今村民回村，地方正好空出来了，只是这医护药材这些要用上不少的银钱呢。而且这天气一天比一天冷，要置办的也不少。这几年打仗，这处原本就库银空缺，要另外拨钱怕是很困难的。若是等上头拨钱下来，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，这也不能等啊！县令总要想出一个妥善的办法出来。我的这些兵士为了百姓上场杀敌，出生入死，这死了的是没办法，这活着的人总不能寒心吧？将军也莫要生气，如今不是正在想办法吗？
我已经奏表朝廷了，相信不久啊，上头就会来人了。我等你几日无妨，我这些伤员要如何办？他们如何能等啊？原来是两头正在为安置的事情掰扯。将军与县令讲话，下头的人就更不敢插话了。要不就组织乡绅捐款捐物吧，把暂时的这一阵儿应付过去。你让他们捐，原本这地方就贸易不盛，如今又逼着他们捐款捐物，以后谁还会来咱们这处做买家？你看看他们自己都损失惨重啊。不是说不行，实在是一个下策。大人呐，若是真没办法，尽些绵薄之力倒还行，但是多了的话，我们确实拿不出来呀。底下终于有人说话了，如今赔偿都没有说法，又要捐钱，谁都不乐意。诸位啊，你们几个也算是大庄子的东家，我今日想替风月县的百姓跟几位讨个主意。大人，您但说无妨，我们洗耳恭听。我知道你们都损失良多呀，但如今正是困难的时候，我也不是那无良的狗官，一味的盘剥你们，只希望你们能放出自己手上的东西，比如粮食、棉花这些，给个略低的价格，不至于让这个冬日这么难熬啊。大人，您说这个较底的价格是个什么范围？我们好心里有个底儿啊。县令看了看将军，又看向下面的人。就往日公价征收的价格就比较公道，就这个价格，你们觉得如何？我看县令说的有理，你们一样做买卖，不要你们捐，但是你们价格卖低一些，让别人买得起，这也算是变相帮忙了。大人，将军。春晓走上前。往年军营征收棉按照90文一斤的价格收的，这样行不行？我愿意让利，若是有人想要从我这里拿棉花，若是自己用，我呢便按照80文的价格出售，若是要买了去外地买卖，这个价格就得我自己定了。自己用的我优先出售，如何？那如何证明是自己用啊？这个不难，若是普通村民要买，多是买个几斤就够了，这种自然不需要证明。若是大批量采买，以村为单位的里正出证明；若是县府采买，县府出证明。没有证明又大量采买的，一律做自由买卖。严东家这个主意好，卖给普通百姓80文也算是仁义了。县令你觉得呢？严东家说话算话，若是如此，我明日就让人去贴告示。你们的东西放在何处啊？在城郊的庄子，若是大人要配合，我们可以在县城设一个点，零售可以现买，批量采购的就去城郊庄子里自取。如此甚好啊！我们与严东家是一个意思，买给百姓自然便宜，自由买卖就价格自定。几位都是我风月县的好乡绅呐。他看向一旁的将军。安置的事情我还得细细的安排，容我2日筹划再做答复。县令可得快着些，莫让我久等了。等2头盟约签了，我们就得开拔。时间不等人呐，我这就先回去商量此事。县令走了，该问的春晓也问到了，只最后一点他没有见到东升。出帐子的时候磨磨蹭蹭的走到了最后，将军也被人请走了，他壮着胆子又回到了帐子。参军大人，严东家这是还有事儿？我能见一见徐校尉吗？去把手执的徐校尉换过来，快些。人走了，他让春晓坐。我听说你与徐校尉是同乡。是，徐校尉是我同乡。你们是青梅竹马？参军误会了，我比他大2岁，他叫我姐姐。此刻单独与参军坐在一处，还是有那么一丝的不自在。参军大人，征集人员返乡，那徐校尉这种呢？在队伍里征官身不容易啊，校尉也相当于正7品的武官了。若能留用，自然是比回去做平头百姓要好。一般人有了官身可以留下来，或者原地驻守，或者跟着将军另谋出路。总之不管哪种，多是不会白手返乡的。听参军的意思，东升怕是不会就这样回去了。也好，若能高升，也算是为祖上添光了。没多久，东升就进了营帐，看到春晓十分的吃惊。你怎么来了？说完还把手往身后藏了藏。我都看见了，还藏？春晓转身对着参军行了一礼。大人，我与他去外头说几句话就回去了，今日多谢大人了。你们去吧。
春晓二人出了营帐，二七跟在身后，三人往来时的路走。姐，咱们打胜仗了，以后都不用打仗了。我还想着过2日去找你们的，只是这2日人员要会诊，一直都没有时间。你们怎么今天来了？问一问还争不争眠的事情，顺便打听一下你的消息。包得这么厚，伤得严不严重啊？其实刚刚看到他就已经放心了，果然只是手受了伤，如今不用再打仗，以后就都没有危险了。不严重，就是蹭破了一些皮，大夫包得比较夸张而已。你们这营里有咱们村子里的人吗？你有见过吗？之前有见过，但是不在一起。整个大军划了10几个营区，每个营区又有分，同乡都难碰到，同村就更加了。你找他们。那你们到时候回去是一起安排回去，还是怎么的？这个还没有具体说，多是跟着大军一起，一个县府送回一匹吧。除了送人，还要给几两抚恤银子的，怕是没有那么快。我就是随便问问，你知道我庄子里的位置，若是碰到他们又有时间，记得一起到庄子上吃个饭。这几日我们要请人做房子，我大概11月下旬走了。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，过几日有空我去庄子找你。随时欢迎，校尉大人。2人都笑了。小姐，您要问的事儿问到了吗？小姐，您要问的事儿问到了吗？问到了，咱们棉花可以自己卖，只不过中间有一点变化。27、23要忙修房子的事，刚刚我们谈的事情你都听得清清楚楚，那么这次棉花买卖的事就你找人去办，你找夏11一起就行，在县城公告前设一个点，若是民众直接买卖，若是商家让他们直接去庄子上找管事谈买卖事宜。那行，那我明日就去办这个事情。东家您放心好了。到10月底，棉花已经卖得所剩无几，棉花的收入最后入账的有3万7左右，春晓已经十分满足了。虽然这处损失了，想到还有河间的庄子，怕是要赚得盆满钵满了。今年的仗打完了，明年青州肯定不会再限重，这棉花的价格很快就会回落到正常价格。他突然有种就算现在退休不干了也可以的感觉。果然是银钱在手，天下我有，明年可以拿着钱四处游历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也不用再买庄子折腾了。想到这里，他觉得浑身无比的轻松。11月9日的时候，县府来人了，叫他明日去县府议事。通知的人刚走，东升也来了，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几个同村的同乡。你们都来了，来，赶紧坐，就在院子里坐吧，里头正在修，乱得很。如今咱们村子碰上的就他们几个，我今日都带来了。叔，几位大哥，赶紧坐。小花儿，你去找庄子里的人，去镇上多买一些肉跟菜回来，让他们赶我马车去，快去快回。不忙活不忙活，我们几个是听说你在这处，跟着东升过来坐坐的，别忙了啊。快去，好不容易聚聚，饭嘛怎么也是要吃一顿的，马车快，很快就回来了。没想到春晓你建庄子都建到这处来了。上个月我们打到了这里，当时下令点火的时候，我们还在心里可惜这些好棉花呢，没想到居然是你种的。哎呀，你这损失不小吧？走之前我已经收了有一半，不碍事，损失些咱们仗能胜利，这些也值了。说，你们这些年有家里的消息吗？我们之前辗转了好几个地方，日日待在军营那里，知道什么消息。只是昨日碰到东升，听他说了一些。东升如今都是校尉了，算是咱们村子难得的出息人呐。我听东升说青州那边不许种棉花，咱村子的人跟着你在彭东建庄子呢。是啊，如今村里好多都修了房子，咱们村里还修了学堂呢。好啊，原本想着村里男人都走了，家里的日子该难过了，我们还日日担心，没想到咱们村越来越好了，还嘿嘿，这我们回去都不用犯愁了。好啊。是啊，家里人都盼着你们回去呢。这回咱总算是能回去了。之前每上一次战场，我都觉得也许是活不过今天了，如今终于能盼到回去的一天了。哎呀，好啊。春晓我们能四处看看吗？看吧，我叫个人带你们吧，这附近地大。不用，我们四处走走，已经有许久没能逛田地了，如今倒是跟回到了村子一样，我就想好好围着田地里走一走。那行，那你们自便，有事记得叫我。
他笑着将人送出了院子，转头看向一旁的东升。以前在村子里只是觉得眼熟，如今在这边看到，竟觉得分外亲切。你月底就要回去了吗？怕是还要提前几日，不然都要赶不上淑凤的喜宴了。你们呢？大军何时走啊？差不多过几日就要走了，也是想着年前将人送回去团聚，有个好的寓意。是得走快些了，万一路上遇到下雪，你们那么多人可不好办呢。这个你倒不用担心，雪天安营扎寨也是常有的事情，我们都已经习惯了。这样来说，或许我们还能比你先到家呢。你也要回家？你是官绅，参军说可以留用啊，你不想待在军营里？东升，你可真厉害，我如今才知道你是7品官绅，可以跟县太爷平起平坐呢。我见了你啊，该给你下跪才是的。哎，你可千万可别啊！军营是有军纪，咱们没办法，但是在外头就不要讲这些了。如今不打仗了，我跟将军说了我要回乡，将军惜才，允我挂闲职，以后有战事的时候可以随时启用的。那挂闲职有俸禄吗？东升摇了摇头，随后笑了笑。我准备给沈六他们几个开个马行跑货运，参军同意给我们几10匹退下来的马。春晓，以后你们若是出行运货，就可以跟我们合作了，以后碰面的机会就多了。春晓心中一愣，东升刚刚叫的是他的名字，这明了身份，派头果然就不一样了。算了，叫名字就叫名字吧。好事啊，跟我买棉花的商人不少，我到时候还可以给你介绍生意，太好了。这个马行在各个县城都要设站点的吧？你们准备如何办啊？我们才开始打算，具体如何办呢还没规划好，这马上就要过年了，怕是要等到年后了。哎，春晓，你有空也帮我们想一想吧，你比我们聪明，肯定能给我们好的建议。行，我有时间替你们想想，就看你们跑南边跑北边，站点呢就在沿途县城租个地方，怕是还要招看守的人，是得好好规划规划。出去买菜的人不到1个时辰就回来了，春晓让几个嫂子赶紧做饭，村子里的人转了一会儿就回来了。这次回去啊，村里怕是折了不少人呢。哎，这都是没法子的事，村里的妇人比你们想象中的要坚强，你们能回去就是最好的事情了。饭很快就做好了，一伙人聚在一起吃了一顿颇感温馨的饭。走的时候，大家互道珍重。下回就是在家里见了。家里见。哎，家里见。早些回，家里见。小姐，我怎么突然很想哭啊？这些人经历了战局的磨难，终于可以回家了，沧桑之中带了期盼，不只是小花，连春晓都有些想哭了。我突然也很想回家了。小姐想回家，那这头的事情安排好了就回去吧，这边太冷了，还是回去好。第2日他们去了县城，一句话，赔偿没有，但是可以补偿一些地。钱他早就不做指望了，能有地赔已经是值得感恩的事情了。我知道严东家你庄子棉花出息好，但是咱们算不能按你那出息算呢，只能按我们记录在册的出息算。按棉亩产110斤，853亩地，半成出息就是46915斤，按90文1斤，折4222两，再减去一些损耗，最终呢可以赔偿一块400亩左右的地给东家。不知道东家觉得这个补偿如何呀？多谢主簿大人，我觉得很好了，就是不知道这地在什么地方。那这400亩的地是属于我，不算租了是吧？对，过户到你的名下，地有好几块，位置你可以挑，土质呢都是差不多的。你若是着急啊，我可以安排人带你去看。主簿大人，再过10来天我就要回乡了，就不在这处了，劳烦您安排人带我去看看如何？主簿原本是说的客套话，可没想到他是真的着急，但是说出去的话他总不好反悔，当即便安排了人带他们去看地。小姐，您还觉得公道？人家按亩产110斤算，可是太亏了，至少得翻3倍呢。说按咱们实际算，怎么也要有个1000来亩的地呢。哇，小花，我发觉你跟着我算数越来越好了，就是这心眼子要放大一些。人家如今愿意赔，能赔，已经是十分难得的事情了。你还想跟县府讨价还价，得罪人不说，最终说不定还得鸡飞蛋打。如今这400亩都已经算是天上掉下来的了，
这是属于咱们自己的地，是有地契的。我觉得这已经是意外之喜了，我就想早点定下来，免得他们反悔。他们跟着官差跑了一天，总共跑了4个地方，还算是县府有诚意，给的地确实是不差。其中有一块正好离城郊庄子不太远，春晓果断选了那一处，又回到县城，以自己要走了为名，央着主簿给他办手续。主簿无法，当天就给他登记了，让他5天以后拿地契，明日去给他标界。东家，那块地咱们是种粮食还是种棉花呀？你看着办，若是来得及种棉花就种棉花，若是来不及就种庄稼。二三，你跟着办了好几个庄子了，已然是十分的有经验，我相信你能办好的。我是实在没时间在这边待了。东家信任我，我自然是要好好办的。行，就交给我，我肯定能办好。当天晚上，春晓难得熬了夜，将庄子的图纸画了出来。第2日，他将图纸还有预算清单给了二三。再过3日咱们就该回了，路上就要跑20多天，到了各处庄子还要逗留，这1个多月点的时间，我还真怕赶不上。年前可千万不要下雪啊！这边的收成季算是告一段落了，如今在座的都是为了明年。他们经过1年的历练，相信明年会更加的得心应手，他也算是可以放心的走了。以后庄子顺了，每年固定一个时间让管事找他就行了，也用不着怕了。他跟小花开始在屋子里数银子。小姐，自从跟了你，我总算是知道什么是数银子数到手软了。感觉怎么样啊？好又不好，这银子多吧，总感觉它就不是银子了，没那么稀罕了。以前在家，我爹娘几个铜板都要吵半天。你想你爹娘吗？不想，他们眼中只有哥哥跟弟弟，没有我，想他们做什么？姐姐吃过的亏，走过的路，他们想也不想就让我继续走。以后啊，我就只有姐姐跟小姐。别人说幸福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，而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。原生家庭的伤害是很难磨灭的，希望时间能够让人忘记伤痛吧。第2日上午，春晓就把庄子的管事全部聚在一起。早年就跟大家都说过，大家表现的好的都是有奖金拿的，今日就是给大家发奖金的日子。东家，这奖金银子咱是留着自己用吗？那是自然，平日里开销、衣裳鞋子那些，你们需要就从公账上面支。这奖金银子，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说不定以后啊，钱存的多了，还能合伙买地呢。东家说笑了，我们如今啊，连个户籍都没有，哪里能买田地啊？你们没有，可以挂到我头上啊。你们怎么就知道以后没有能还籍的一天？好了，多的不说了，都来领钱吧，一个人10两银子。10两？管事们都惊呆了，10两银子都够普通人过上大几年了。这都是你们辛苦应得的，赶紧过来领。大家都欢喜的上来领钱，一下子得了这么多钱，都不知道该放在哪里好了。放在柜子里，若是哪天偷人进去了，那就完蛋了。我要去做个钱袋子，然后随时揣着。你揣着，若是地里干活掉了，有你哭的时候。我看还是放在床头好。春晓哭笑不得的听着他们当面讨论钱的事情，真是一点也不防着。咱们庄子要做房子，过段时间呢，要请好木匠师傅。我跟二三说，到时候让他找师傅给你们呀，一人做一个带锁的小箱子，专门让你们放钱。只是这箱子要做多大，你们自己去找二三商量去。多谢东家。多谢东家。这边的钱发完，他又让小花带着钱一起去了围村，同样的，一人发了10两银钱。管事们的欢喜都看在他眼中，这只是开始，以后他们还会得到的更多。在他这里，不会有一个人的努力被辜负。东西整理好，第2日傍晚的时候，二三回了。我想着你太忙了，还说明日去趟城郊庄子的。你既然回了，我也省了这趟功夫。他拿了15两给二三。这个是你今年的奖金，这处别人都拿了，就只剩你了，收着吧。我跟他们许了诺，你到时候让木匠给他们每个人打一个带锁的钱箱子，你自己也一样。东家，想着他明日就要走，二三心里不舍。处了这么久，大家就跟亲人一样。还有这一袋是城郊管事们的钱，一人10两，你明日交给他们。我们赶路，明日还要去县衙，你回了算省了我的功夫。
建庄子预算银子，还有各庄子今年长工的工钱，已经全都放到我那屋床底下箱子里了。明日我走了，钥匙就交给你。如今院子里有钱财，哪日呢，还是安排一个人值守的好。东家，二三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。好了，大男人的。啊，对了，有一个事情忘记跟这边说了，咱们庄子是可以婚配的。若是他们之中有想过到一起的，你要给他们安排好房子那些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。能重新组合生活是好事，我是支持的。二三，咱们会一年比一年好的，你们也是。东家，二三都记下了，您放心，我肯定不让您失望。第二日，春晓他们就出发了。你怎么今日才回呀？上回淑凤还在闹别扭，说你没有回要推日子呢，这下她该高兴喽。那头有事情耽搁了，这样的日子我就算是爬也得爬回来呀。他看着一旁的严大山、严大河，叫了声大哥二哥。很快女眷们就从屋子里跑了出来，周氏上来就拍了他一巴掌。你个妮子，你要回也不早些，非踩着最后一天，可把我们都急死了，还想着你肯定回不来了。春晓看了一眼小花，看见没，我娘不仅说我，她还动手打我，我这紧赶慢赶的，她是一点都不心疼我。都什么时候了还嘴贫。春晓看到一旁的田氏跟张氏，叫了大嫂二嫂，又看了看后头好些的人，有田氏跟张氏的娘家人，居然还有他娘的嫂子赵氏也来了。走走走，这外头是他们男人说话的地方，咱们上里头说话去。娘，马车里有我给家里人买的冬衣，一起拿进去吧，明日穿的。你买了冬衣，我们自己都做了新的，准备明日穿的。你的，你嫂子也给你做好了。你们去看看，我精心挑的，好看呢。这春晓是顶顶有本事的，给你们买些衣服算什么？你们就安心收着吧。我想盼一个这样的闺女都盼不来呢。书房人呢？在屋里待着呢，这2日可不让他出门，不然他一不留神就往那头跑，让人家笑话。我先去看看他。娘，嫂子，你们招呼客人吧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一看到我就哭，就这么不想看见我啊？淑凤上前一把抱住他。你还胡说，我以为你肯定不来了，我高兴而已。盼儿，你告诉你姐姐，我刚进院子跟奶奶说什么来着？姑姑说她就是爬也要爬回来。谁要你爬了？我就是觉得你不在，我这亲事都不完整了。谁要你爬了？我就是觉得你不在，我这亲事都不完整了。你想着姑姑的这份心啊，姑姑我也算是感受到了，不枉我赶路累死了。田氏很快就过来了，见孩子都在这个屋里。小琪，你待在这儿做什么？二牛他们几个还在外头等你呢。娘，我想陪姑姑他们一起坐会儿，让他们自己玩一会儿吧。你看，你一回来，几个孩子都不肯走了。姑姑可是给你们每个人都买了2身漂亮衣服，等会儿啊，去那边试衣服去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可是有正事要办的。姑姑，你是不是给我买礼物啦？可不是，花了我不少银子呢。他打开包袱，从底下拿出了2个盒子，打开了其中的一个。哇，真漂亮啊！姑姑买的这套金头面比你之前那套还好看。哇，真漂亮啊！姑姑买的这套金头面比你之前那套还好看。太漂亮了！哇，淑凤姐你发财了，一下子有2套金头面，姑姑这个太漂亮了。小妹，你这太破费了，我给淑凤备了1套金头面，这也太多了。姑娘家嘛，首饰多正常。说完，他又打开了第2个红色的宝石头面。这个也是给你的，这个呀，姑姑一眼就看中了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这个也太漂亮了，淑凤姐姐，你这么多的首饰，姑姑一下子就给你买了2套。春晓，你怎么买了这么多呀？这得花多少钱呢？这套啊，你自己留着吧，有1套金首饰，他都该乐了。一辈子的事情啊，我总要送点他喜欢的才行啊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喜欢，我明日要戴这个。娘，我明日要戴这一套。戴吧戴吧，你姑姑宠你，我难不成还能给你没收了？你自己的首饰自己收好，可别弄丢了。朵儿跟盼儿在一旁羡慕的眼睛都要直了，她们如今都是大姑娘了，多么希望自己也有1套属于自己的首饰啊。
春晓看在眼中，将上头的2个盒子拿了出来。姑姑，还有啊。你没有了，这是朵儿跟盼儿的。姑姑，还有我们的。姑姑，你给我们买了什么？姑姑先不说，这2个盒子你们一人选一个，选好了就不能反悔了，除非你们自愿交换。哇，这一套也太漂亮了！哇，姑姑，你这是花了多少银子啊？他们俩的也是整套的。3个侄女儿，我若是只给你买了，他们不得说我偏心啊？没办法，我总得一视同仁啊。闺女们是高兴了，妍琪看她包袱里还有2个小盒子，原本以为有他们的，结果看到小花开始收拾东西，她有些急了。姑姑，我跟舒文哥哥没有吗？我们还没有呢。你们堂堂男子汉要什么首饰啊？没有你们的。姑姑，你偏心。小花好笑的从另一个包袱里拿出一个盒子。怎么会少了同生相公的？这个是小姐精心挑的那个什么墨。哎呀，反正我也不懂，反正是老贵了，是小姐给你的。谢谢姑姑。小妹，你都把他们宠坏了，这哪家孩子没出阁前得这么贵重的东西？干嘛跟别家孩子比？自己家孩子自己宠啊。这回家里客人来了真不少。是啊，这回能请的都请了。怀天那头孤寡，咱们村好多人去给他撑场面呢。你看吧，明日是真正的热闹。哦，对了，小妹，打仗的男人回了，都回了。来的路上就看到好几个，村子里的人总算是齐整了。咱去娘那头屋里说话吧，她还等着你呢。哟，几年不见，春晓如今长得我都不认识了。舅母不常来，自然是不认识了。日后多走动走动，保证不会再认不得了。我这人性子内向，这些年若是不是麦娘常去我那处走动，这门亲都要维持不住了。以往是舅母的不是，日后舅母定改了这孤傲的性子，多多来往。舅母说得对，亲戚嘛，可不就是要常来常往，不走动就生疏了。他又看向一旁的方氏。婶子，木头哥可回了？回了，回来的时候吓了我一跳，脸上好长的一道疤，所幸比他大哥好，四肢健全，我这心里呀也总算是踏实了。容貌那些也没有什么关系，人回来就好了。是啊，杜鹃又不嫌弃的，我们都觉得回来就好，如今村子可算是安定了。几人聊了一会儿，天色就黑了，外头在喊人吃饭，方氏几个便回去了。小妹，你真是的，朵儿跟盼儿都还小，你给他们买那么贵重的东西，多破费啊！昨日回去之后，他才看到2人一人拿着一盒宝石头面，2个丫头高兴的不行。二嫂，总不能厚此薄彼吧？二嫂，总不能厚此薄彼吧？您放心，我在蓝县买的东西漂亮，但是不贵的，一套也就几十两银子而已，他们高兴才重要。以后可莫要在他们身上破费了。我跟他们爹如今也有了不小的积蓄，小妹，你保管好自己的银钱才是要紧。二嫂，你太客气了，都说了没花几个钱。他看了看张氏，你弟弟应该回来了吧？回来了，我娘知道我们在外头有庄子，还想让我给他在庄子里安排个管事做呢。好在庄子都是跟大哥一起的，这才退去了。我想着不行，就给他们一些钱，让他们自己去做生意去。我这个做女儿的，能做的都做了，若是他们再不满意，那我也没办法。张氏看着羸弱，其实骨子里是十分有主见的，不是那种能被人轻易拿捏的人。春晓觉得他这一点十分的好。家里来的客人越来越多，今日有一部分人在女方这边，还有一部分在男方那边，人多也讲究不了那么多，反正到时候是2边同时开席，在哪边坐都一样。没多会儿，东升就陪着石柱叔过来了。东升啊，来叔这边坐。我们家这臭小子整日的崇拜你，都快要魔怔了都。一个老汉笑了笑，边上的男子不好意思的低了低头，给他们让位置。说，我去给周婶子他们打个招呼再过来。东升让他爹坐了过去，他自己跑到灶房找人，跟严家主家人打过招呼之后，他终于在堂屋看到了春晓。东升，你们果真都回来了？是啊，也就早你几日而已。我听说你昨日晚上回的。东升在他的身边坐下。怎么回得这么晚？是路上不顺利吗？还算顺利吧，那头离这边太远了，动身日子晚了些，好在是赶上了。你马行的事情我在路上琢磨了一下，等这2日忙过了咱们再聊聊。
你们是在那头有时常见面还是怎么样？我看你们倒是挺熟络的。也不算经常见面，就是我在莫仓关内住的庄子，离军营驻地比较近，见过2面而已。对了，二哥，我送你的马还是人家东升给我弄的，也就是说，那马呀是东升间接送你的。真的？不是，说到这个事情，我就有些惭愧了，还是我给春晓招惹了麻烦。马是参军给的酬劳，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。你们这是还发生了不少事儿啊，都没有见春晓你讲起过。天天那么多的事儿，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有什么好说的？二哥，你不知道，东升他们开了年，想要办一个马行，咱们村子里的人以后啊，算是有福了。真的？大河又惊讶了。这马行可不简单呐，等有空了，咱还真得好好聊聊。我听说你在军营可厉害呢，有空你也给我们讲讲你上阵杀敌的事情。我虽然没有上战场，这心里啊也是好奇的不行啊。对于你们这种汉子，再佩服不过了。哪有他们说的那么厉害呀？都是侥幸而已。大河哥，你别听他们胡说，我一直在后方，上阵杀敌少。快到中午的时候，请了的亲戚们都到了。春晓看到玉晴表姐还有新姐夫及3个孩子。对，新姐夫原本有一个女儿。春晓，你太忙了，每回来都见不到你，这回总算是见到了。二强，这是我表妹春晓，我常跟你提起的那个。表妹，你别与她计较，她这人平日就只知道干活，话不多。春晓回了一声姐夫，笑了笑。没事儿，话不多好，对表姐你好就行。他招呼他们到地方坐下。春晓很想去杨家那边看看，听言琪说那边热闹极了，村里的年轻小伙子们都在那边。快到正午的时候，外头突然就热闹起来，有人叫唤说新郎官来接亲来了。我了个乖乖，还骑着大马来的！这点子是淑凤出的，她说她成亲的时候不要坐轿子，要骑马，怀天是什么都依她。这个点子好啊，骑马多威风啊，我觉得比坐轿子强。大嫂说就这么2步路，1炷香不到就跑完了。淑凤说让到时候围着村子跑一个转。就她小丫头亏点子多，后头那个是舒文吧？咱们舒文这一大呀，也是好生俊俏的少年郎啊。是啊，原本上咱家说亲的就多，这回大嫂怕是又有的忙了。这门就这么大，我看他们今日不闹个够是别想进来的。这闹归闹，别误了吉时才好。娘，您啊就别操心了，有舒文在，他们心里啊有分寸的。春晓好不容易从外头挤回院子。哎呦我的娘啊，这村里人可太闹腾了，我这早上好不容易梳好的发髻都差点给我弄散了。哎，你们怎么不去看看？可好玩呢。外头做什么在？人太多了，过不去呀。能做什么？一边想进一边不让进，什么昏招都有，看着像死个人。我就说这外头怎么尽是孩子的笑声，这是闹疯了。差不多闹了2炷香左右的时间，外头开始放大招，撒铜板。周氏这会儿笑得简直是合不拢嘴，多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场景了？人多的他们主家人都进不去了。严炳发在一旁笑着摇头，这些孩子太闹腾了。好啊，越闹腾越好，多久没见村子这样闹腾了，以后娶亲都这样才好呢。春晓失策了，他应该早进淑凤屋里，这样才能看见热闹。如今即使是他也是进不去的，只能待在院子里听着里头闹腾的动向。接新嫁娘喽！接新嫁娘喽！好一会儿，杨怀天就牵着淑凤出来了，后头跟着朵儿、盼儿，还有一堆的闺女。田氏跟严大山走到2人跟前，田氏一下子掩面哭了起来。大概女儿出嫁，做娘的都是不舍的。好喽，新人骑大马喽！周氏擦了擦自己眼角的余泪，看看自己的一家人，都收拾一下，赶紧过去吧。老二媳妇，这边就你们帮忙照应了，您放心过去吧。吉时到，该行礼了。春晓有些激动，她还是第一次以长辈的身份看晚辈拜天地。正堂门口站了好些人，喜婆掐着流程，一套礼拜下来，淑凤被扶到了后头，小姑娘们又跟着进去了，开席了。周氏他们就在这边帮忙，田氏夫妻俩又急急忙忙地赶回去。酒席一直吃了个把时辰才散去，晚上还有一顿家宴。第2日，他依旧去了严大山家吃的饭。家里的亲戚今日已经差不多送走了，
一切又恢复如初。春晓，你那住的屋里有1箱银子，你可得看好了，昨日忘了跟你讲了。我昨日回去就看到了，小花啊，怕家里进了人，怎么都不肯过来，要在家里守着呢。守着好，守着放心。我想着你要不就从你庄子挑一个或者2个妇人回来帮你看着那边。你这经常不在的，我们有时这头有时顾不上2头的。等过一阵子再说吧，反正这一时半会儿的也不走。对了，明日不用马车了，我明日想去庄子一趟，再过2日就过年了，回来总是要去看看的。还有我那边什么都没有准备，明日啊，顺便在镇上采买一些东西。要不我陪你去，你不是还要买东西吗？不用了娘，我带小花去就行了。您明日啊，帮我看着那边就成。这仗打完了，明年咱们这处难不成还只让种庄稼呀？反正上头没有新的通告，就是如此了。咱村里人是都盼着能恢复种棉花呢。我回来的时候走得急，彭东那头庄子里的事情都没怎么过问，咱们村里该是有分钱了吧？分了，跟去年一样，好些人分一次就好一次。说之前呢，本钱拿少了，若是跟李丈还有东升家一样，1年就能拿200两，再美不过的事情啦。桂香嫂子前日子还说，村里人想让李正牵头再在外头买个大点的庄子呢。咱村里人呢，也是胃口越来越大。谁不想过好日子？看着稳赚的事情，他们自然想多赚一些了。他们若是要再建庄子，就自己折腾好了。我这2年啊，建庄子建的我都已经有些厌烦了，反正暂时就先这样了。这允许种棉花，明年的棉价肯定是要跌的，能不能种我都无所谓。是啊，咱家如今是有了，能安生过日子就成了。今日已经是28了，春晓让小花带着那1箱子的布，赶着马车一起去了陆村。东家，您回来了。庄子里一切可好？都好，都好。月初的时候杀了猪，之前问老东家怎么处理，他说呀，让我们自己留着，我们便全部切了条，晒了起来。您回来了正好啊，带2头猪肉回去，鸡那些呀都卖了。家里也杀了猪，我哪里要得了这么多？我带1头的肉回去就可以了，剩下的你们自己留着。按您之前吩咐的，新收的粮食都存起来了，上一季的便卖了，今年连着黄豆一起卖了，有1500多两银子，整数我都给存到钱窖里去了。说到钱窖，春晓便想去看看。之前让换的可都换了？都换了。东家您放心，我们小心着呢。等会儿啊，我安排人在前头看着，我带您去看看。行，去看看吧。若是可行，他还想着再藏一些，但是得换一个地方，鸡蛋不能装在一个篮子里。东家，这边5口箱子放着的是5000两的黄金，边上那2个箱子是2000两的白银，我打开您看看。天哪，这是他的真正的5箱黄金呐！上头您房里还有800多两的现银，等有了1000呢，我换成了整银了，就存下来。这里该是安全的吧？东家放心，咱庄子里的人呐，都是靠得住的。换钱麻烦吗？换不麻烦，但是怕人盯上，就得处处小心了。那我下回再拿些钱，你跟以前一样，给我都换成黄金好了。就没有哪个女人看到黄金不心动的，想到自己有了那么多的黄金，简直是太美了。看过了钱，2人很快出了钱窖。咱们庄子里如今正好是40个人吧？东家记得没错，刚好是40口人。你找一个空箱子，去我那屋子里的钱箱子里领210两银子出来。这年前，我们呢把银子发了。领完了钱，大家就各自忙活去了。马上要过年了，他嘱咐王世文放大家几日假，好好的过个年。今日他就不在庄子上留了，走的时候带走了300斤的大米，还有2筐子晒过的肉条，这肉条就足足有200斤了。二哥、二嫂，你们找我有事？没别的事儿，就卤肉铺子分成的事儿。我把账本跟分成银子给你拿过来了，你算算。这还用算吗？我难不成还不信我的亲哥嫂？你们说多少就是多少吧。严大河掏出了600两的银票，还有10几两的碎银。这些是你的。春晓收了600两的银票，将10几两银子推给了周氏。跟以前一样，娘，这些是我孝敬您的。我就不与你们客气了，
如今谁给我都收着，反正你们一个两个的不缺钱。哦，对了，淑凤明日要回门了，二哥，你这银票啊给的正好，正好可以给他们包红封了。你这红封可真了不得，这一包至少就是100两，好生羡慕啊！二哥，你少酸我，我就不信你明日能包得少。晚上，他便开始在屋子里准备红封，2个红封，每个里面都是放的1000两的银票。怀天是白手起家，能挣到如今的大几百两银子，已经是比普通人强许多了。有了这些钱，他起步会更顺利。这些钱对他来说不算什么，但是对于一个发展中的青年人却能改变很多。第2日，他早早就去了严大山家，结果进了院子就看到淑凤2口子还有小雪。我还说我今日来挺早，没想到你们更早，你这是归心似箭啊！你这是归心似箭啊！哎呀，那头虽然好，但是就我们3个，哪里有家里热闹？今日一起床我们就过来了。姑姑，你是不是得给我们红包啊？刚刚我们进门，爹娘还有爷爷奶奶可都给了，你茶都不进一杯，还想让我们给你红封，倒是想得美啊！就是，还不快给你们姑姑敬茶，这没规矩惯了。这水啊刚晾了没多久，如今水温正好。姑姑请喝茶。姑姑您喝茶。春晓有模有样的喝了一口，笑着从兜里掏出2个红包递给他们。这茶呀，怕是我喝过最贵的茶了。姑姑，你不会是给我们包了100两吧？这成亲也太划算了，我都发财了。杨怀天在一旁让他先收起来，别看。怕什么？家里又没有外人。他抽出来一看，嘴巴立马张成了一个大大的 O 型，随即将银票小心塞了回去。回去看，回去看，不要在这里看了。他这样说，杨怀天倒是好奇了，他也想打开红包看一看，却一下子被淑凤压住了手。别看，回去看。你说这茶是不是贵啊？姑姑，您喝这一杯不成啊，得多喝几杯，一定要多喝几杯才成。小妹，你不会给他封了几百两吧？你看看他那副样子，我都不好意思说这是我生的闺女。淑凤也不反驳，只是一味的傻笑不说话。很快，张氏夫妇一家也来了，淑凤给他们敬了茶，又从他们手上一人领了一个红封。哦，这回真是发财了！我如今才知道，这成亲就是发家致富的捷径啊！这孩子真是只长岁数不长心眼儿。如今淑凤上门便是家里的娇客，轻易说不得了。明天就是年30了，我想着还是都去到大山这边来过吧，明日都过来。奶奶，我们自然是要过来的，不然我们3个人过年太冷清了。是，都过来。我跟大山啊，该买的都买了，家里吃的也好一些，咱们一起啊热热闹闹的过个年。行，那我明日过来，到时候我锁好门，把小花也带过来。都带过来，本来就是家里人，原本就应该一起过。哥，你明年开了年要去彭东？我倒是想去啊，爹不让，说让我在家看着周庄的庄子，那头就拜托给二叔了。你去求姑姑呀，就没有姑姑办不成的事儿。哎，你可别撺掇你哥啊，他的事情我求也没有用。你都成亲了，你哥还没有着落，你看你爹娘会不会放他走？大嫂，可有相中哪家姑娘？有啊，怎么没有？不过还得再看看。我跟你们讲，这前几日亲宴上，我们那桌就有几户人家看对眼儿，两边留了信，要给自家闺女小子说亲事呢。这有什么稀奇的？开了年就有好几家要办亲事的，人家说好的才多。娘，你看中谁了？跟我说说呗，我不跟我哥讲。你嫁都嫁了，家里的事儿啊，你少掺和，怎么哪都有你？若不是怀天啊，你的事儿我也得犯愁呢。咱村子如今不管是男娃还是女娃抢手着呢，开了年就等着喝喜酒吧。爹，我看咱们村子里的学堂都建好了，什么时候请夫子教学啊？早就请了夫子了，如今是冬假，学堂才歇了。之前村里的孩子都去学堂了。你说到学堂这个事情啊，如今还有附近村子的来咱村子学堂呢。夫子是哪里人啊？是秀才？是你大嫂家村子那边的一个老秀才，李正去请的，1个月1两的师傅钱，人家教的可踏实啊。咱村里好多大人有时间也跟着去学，他也不嫌麻烦。
谁请教学问他都教，我看着可好。这一个师傅怕是不成吧？咱们村里的孩子可不少啊。暂时也没有办法呀，除了他就剩下周家村那个，咱村子是绝对不会请的。李正说呢，先教着，以后碰到了再请。周家村那个不用多说，指的就是周宏志。村里人读书的本来就少，考中秀才的更是少之又少，师资匮乏呀。我看不行，到时候让李正叔去镇上贴个告示，别处村子里的情况咱不知道，兴许也有不少，只是没有找见而已。一个夫子肯定是不成的，夫子累，别到时候这一个也留不住。行，等出了年呢，我就跟李正说这个事情。今年过年的天气十分的好，既没有下雨也没有下雪。今日镇子上有大集，周氏他们想趁着过年得闲去镇上逛逛，反正家里如今有3辆马车，全家人一起去也是绰绰有余。方氏他们也想去看看，于是春晓一大家子加上方氏婆媳小孙子们一起就出发了。咱们人太多了，还是分头吧，到了时间再到车行汇合。我看行，那我们就自己逛了，等申时到了再在车行碰头。行，你们分头，我们这边还要分头呢，这么多人，不然没会儿走散了还得担心。方氏就带着家里人走了。咱们怎么走啊？那就各自带着各自儿女吧，春晓就跟着我们老两口。行啊，这会儿分头了，等会儿说不定中途能碰上呢。一家人分成3批，各自去逛了。爹娘，你们有什么想买的没有？我给你们买啊。严炳发笑了，用不上你的钱，我们有钱，你要买什么就自己买啊。春晓，你还没有看过镇上的大台戏吧？就前几年开始的，等会儿我带你去看，就是不知道挤不挤得进去。我在马车上听方嫂子说过了，行，等会儿我们去瞧瞧。这村里男人都回来了，镇上的人比去年多不少，去年也热闹，可没有这么多的人。大家都盼着不打仗，今年好不容易盼上了，自然是要高兴一下子的。几人一路往相府的戏台子走，路上的人越来越多。这会儿还早呢，咱们来可以先占位置。娘，找个差不多的位置就行了，咱们能听见就行。你懂什么？这听是一方面，那唱戏的扮的也好看的。咱去那边，那边有空位，边上还有卖吃食的，你若是饿了，还能买些吃的。春晓朝四周看了看，想看看其他人是不是也来了，站在别处。可惜人太多了，说话的声音又吵，他看了一阵之后也就放弃了。哎，我刚刚好像看到相府那头出去一大堆的衙差呀，今年都大年30了，这些差爷怎么还要出宫啊？听说底下村子又出乱子了，这回就不知道是哪个倒霉的村子。出什么乱子？这大过年的还出乱子？这村子怎么这么多事儿啊？哎，说是又有村里孩子丢了，我也是刚从那边过来打听了一嘴。春晓原本无心听别人闲话，但是一听到这个又丢孩子了，他便起了些好奇。咱们这几个镇子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最近几年都丢了好些孩子了，报到相府查又查不到人，那些个杀千刀的专干这种缺德事儿，大过年的也不让人安生。周氏跟严炳发在边上也听到了，俱是心中一慌，忙跑上去搭话。大嫂子，你们刚刚说咱附近丢了不少孩子，是真的是假的？自然是真的，就我们隔壁那个王家村，这2年啊都丢了3、4个孩子了，你不知道，那几家人恨不得眼睛都哭瞎了，着实可怜呐。我们村子里如今都不让小孩单独出门，你们是隔壁村，我们村子里啊就有1个，至今都没有找到人呐。报官了没有？谁干的？就一点线索都没有。报官自然是报官，但是人家又不是天天管孩子，这么大地方，官府又不能是日去守着，就算守着，能守哪处？总之是没有消息，这孩子掉了还能找得回来？我看啊，是难了。回去提醒他们，都好生照顾好自己的孩子。这位大哥说的是，这拐子的事情又不是第一次听说，真找到的有几个？就算找到了这个，还会有另外的，咱别的做不了，只能叮嘱家里人多注意些自己的孩子。这样的事情常出，官府也是够闹心的。我看这差爷去了也是白去，这孩子丢了，过去也是几个时辰呢，人家早就跑了。春晓觉得心里有些讶异，没想到这人贩子的事情一直持续到如今，
就是不知道是有几伙人还是一伙人呢。春晓啊，咱还是别看戏了，咱去找找你二嫂他们。走吧，找到人再来不迟。三人先是在搭台子的这处四处看了看，没有找见人，他们又往街面上走，结果在胭脂铺子找到了淑凤。姑姑，你们也来逛胭脂铺子啊？爷爷、奶奶、姑姑，你们两个看到你二婶他们朵儿他们没有？啊，前头还碰到了。奶奶，是出了什么事吗？他们该是去看戏了吧？等会儿我们也要过去的。前头有人说丢孩子呢，我这心里头有些不放心。你二婶带着3个孩子，我怕出意外。丢孩子？有拐子？不是镇上说的村里，不过我们不放心，还是先找到他们。你们自己逛吧，我们走了。怀天，你可把淑凤看好喽。奶奶，我们跟你们一起吧。5人一起在街面找人，很快他们就在斜巷另出的一个摊位前找到了一家人。周氏一大伙人心里总算是松了口气。爹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们带的孩子多，我想着还是一起的好，人多安全。娘，那头戏台子开戏没有？我们正准备赶过去的呢。周氏抱起长兴，这会儿去肯定是没有好位置了，怕是只能在边上听一听。你们看好2个小的，咱们过去吧。爹，你是不是惹咱娘生气了？我怎么看她不太高兴的样子？前头刚传有村里丢孩子了，我们正担心呢。延期的事情发生一次都可以记一辈子了。娘，我来报长兴，他如今大了，缠着呢。听见没？有人贩子，你们俩牵好我，别走散了。田氏一家子他们是不担心的，延期已经大了，一般拐子拐也是拐小孩子居多。一大家子人又开始往回走。咱离得太远了，这看不到不说，说不定还听不到呢。走，站在这里啊，累得很。咱们去对面酒楼找一个好位置。直到春晓花了2两银子，小二才把他们引到了一个小小的包厢。哎，这有钱就是好，看咱姑姑一出手，我们都不用在底下受罪，直接在这处有吃有喝，还能看戏。我可只出这2两银子，等会儿我们的消费都记在你账上，你做一个掏银子的完美动作就行了。这有什么问题啊？你们等会儿想吃什么随便点，等会儿我跟怀天结银子。多看看你们大哥大嫂他们在哪里，看到了把他们叫上来，咱们花了银子，没道理他们还得在下面受罪。大哥他们会不会也过来酒楼了？说不定啊，在另外一边。我去酒楼看看。怀天，你跟我一起去找找。奶奶，这底下人太多了，我这眼睛瞅瞎了都要。哎，是啊，太多人了，怕是找不见。算了，我这眼睛也快看瞎了。哎，你看到人没有？我这眼神啊本来就不好，看底下的人呢都是重影的。很快严大河跟杨怀天就回来了。没有啊，他们是不是没有来这处？几位客官，今日酒楼茶水免费，你们要不要点点吃的？这戏开场一唱就要几个时辰呢。哎，你给我们上几盘好吃的糕点些，然后拿一个菜单子过来。你们想吃什么？等会儿自己点，姐姐请你们。咱淑凤成了亲，果然是不一样了，这派头。众人坐在包厢里吃着糕点聊着天儿，等戏唱完的时候已经是未时钟了，底下的人开始慢慢散去。奶奶，咱们也走吧，咱还要逛逛买些东西，等会儿申时要跟方婶他们会合呢。都提心这些，如今正是走动多的时候。几人擦着人群一路去了集市，结果刚到没多久就听说镇子封了，进出要排查，说是那头出镇的地方都排起了长队。这大过年的封镇，这是造了！这大过年的封镇，这是造了！我之前在街上看到了好些的官差，肯定是出事儿了。走走走，咱赶紧走，排队的话等到什么时候？今日这么多的人，咱也赶紧排队去。大河，咱们也赶紧去车行取车吧，咱去等着。人齐了，咱也赶紧走。今日也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情，开始是村里丢了孩子，如今又是封镇，看来是不太平啊。张氏拉紧了自己的2个闺女，一群人一起往车行走去。爹娘，不好了，方婶家的二叔不见了，大山他们都帮忙去找了。大家心里都是一个咯噔，到底还是出岔子了。早知道会出事，今日怎么都不来了。哪里不见的？报官了没有？就那会儿看戏的那会儿，我们去的早，在前头找了个好位置，结果戏看完就发现孩子不见了，
方婶子都急疯了。大山带着他们去报了官，结果才知道今日报官的不止一家，好几家的孩子都丢了，这肯定是遇到拐子了。先前就听到说村里丢了孩子，没想到这拐子这么胆大，大白天的在这眼皮子底下拐人。爹娘，咱们怎么办啊？我怕你们找不见我们着急才在这儿等着，这孩子丢了，咱是不是也该去找找？爹，咱怎么办呢？找肯定是要找的，只是咱自己带着这么多的孩子怎么找啊？前头镇子封了，肯定也是因为这个事情，如今拐子肯定还在镇子上，咱自己的孩子都还不安全呢。娘，我们留下来找人，你们先赶2辆车带孩子们回去吧。大嫂、二嫂，你们也一起回去吧。怀天，你帮忙把你娘他们送回去。姑姑，我也留下来找人吧。姑姑，我也留下来找人吧，让淑凤送他们回去。淑凤如今会赶马车，二婶也会赶，我留下来，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嘛。小妹，就让怀天留下来，我带着他们回去。田氏如今一听到拐子就心有余悸。那你们赶紧取车走，镇口封了，要检查，怕是排队要许久。如今是孩子走丢了，你们带着孩子还不知道能不能出去，你们到那边千万要注意安全，可别再出岔子了。杜鹃家还有个二友，不知道他们这会儿人在哪里，咱要带他一起回，不然有孩子在哪里放心啊。我先去找他们。二叔，我跟你一起去。那你们等会儿怎么办呢？这若是找不到人要怎么办？这人若是真被拐子拐去了，那一时半会儿肯定找不到。这杀千刀的人贩子，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吧。若是晚上我们没有回去，你们也别太担心，我们身上都带着钱在，自己会安排自己的。春晓，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吧，你一个姑娘家的，我不放心。春晓要留下来帮忙，你放心回去吧。不是还有我，还有大山大河他们。春晓他脑子比我们灵活，上回延琪就是他找见的，他在这处，方嫂子他们等会儿也有人安抚。很快严大河就把杜鹃还有二友给找过来了。婶子，你说孩子丢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我大嫂这会儿都哭得不行了。娟儿，你先带着孩子跟着我们回去，你叔他们都留下来找孩子，如今镇子封了，人肯定还在，总有法子的。你们出城的时候也千万要当心，千万不要在路上逗留，若是今日没回，我们便让人送消息回去。娘，你记得去村委帮我跟小花说一声，我若是没回，那丫头该担心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们走了。周氏一脸的凝重，回去严福平一家怕是要鸡飞狗跳了。大哥他们在哪里？咱们要去跟他们会合。他们在衙门口那边，我们过去吧。大老爷，你们可得想办法，这好好的孩子说被拐了就被拐了，这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呀？方氏拖着他，自己也是心如刀绞。看到严炳发他们过来，小方是一把跑过来抓住了春晓的胳膊。春晓，你帮帮嫂子，你帮嫂子找找二处。我知道你一向最有法子，当初延琪被拐去了云州，都被你找了回来，这回你一定要帮嫂子想想办法。嫂子，你想找到二出，你得听我的，你不听我的，我便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听你的，嫂子听你的，只要你帮我找到我儿子，我给你做牛做马。方嫂子，你先起来。方婶儿如今也是强撑，你这样只会白白耗费力气。方氏已经拖了自己媳妇儿许久，确实没什么力气了，他心里比谁都焦急，但是媳妇儿如今成了这样，他不撑着不行啊。春晓看了看边上其他哭的人，如今镇子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乡府肯定也是乱作一团，这个时候去问消息肯定是没什么好果子的。丢了几个孩子？姑姑，刚才我打听了一圈，早上王家村丢了2个，刚刚镇上丢了3个，算上二出总共是6个孩子。这若是一个团伙作案，那这可真是大手笔了。春晓，如今可如何是好啊？爹，你先带婶子跟嫂子他们去镇上客栈，我去买纸笔，咱们先把画像画了，画了才好去找人。对，方嫂子，春晓他画人厉害，之前我们呢就是凭着画像找的人，咱们不能乱了方寸，乱了方寸呐，这孩子就危险了。他们这头说了，边上听消息的好几个人一下子围了过来。几位，你们行行好，也帮帮我们，求你们，我给你们磕头，我这就给你们磕头。这位嫂子，
我们这边也丢了孩子，如今正在想办法。若是咱孩子在一处还好，能找见便都找见了；若是不在一处，那只能另外想办法了。我们走吧，去客栈。舒文，陪你姑姑去趟书寺买纸墨。他们带着方氏婆媳走了。有几家人看到衙门口也没有人搭理，又想到他们有法子去找人，便尾随在他们后头，跟着去了客栈。春晓，方婶儿、方嫂子，你们什么都不用说，好好的坐在一旁。若是想找出二出，就不要打扰我。方氏婆媳果然安静地坐了下来。婶子、嫂子，要不你们先去休息一下，这画画了，后头就要去找人呢。若是体力不支，可是不成的。不如您二人趁现在先去休息一下。方氏跟媳妇儿讲了道理，二人这才上床去休息。1个小时以后，他看了看自己手中的画像，不错，大概有8分像了。姑姑，太像了！今日二出就是穿的这身衣服。姑娘，您帮我们家孩子也画2张画像吧。几位，你们的孩子我没有见过，实在是没有办法给你们画像啊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们跟我讲讲大致样貌，我试着画一下，你们自己看哪里不像，咱边画边改。若是最终还是画不像，那我就没法子了。去那边房吧，这边有人休息了。方氏他们醒过来的时候，这头还在画第2个。姑姑画的二出的画像，画了好几张呢。是我们二出，这是我们二出啊！婶子，您别哭了，姑姑还在给别人画像呢。她说找的人多胜算更大，到时候我们把那2家的孩子的画像一起找，这样更容易找到。小方氏一听，忙止住哭，轻轻走到他们身边，看着他们讨论。姑娘已经很像了，只是我们家三全嘴比这大一些，鼻子往两边一点儿。这样呢？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就长成这个样子。哎，老婆子，你看看是不是这样？姑娘，就是这样。这都改花了，我重新画一张给你们看看。你们再看看。没错，这是我们家三全呢。我要临摹几张，明日送一份给衙门，剩下的找的时候能帮着一起找。4人对他是感激不尽。爷爷，爹，外头如何了？所有出镇的路已经封了，这会儿啊，镇门已经关了，不让出去了。你娘他们赶在最后的时候出去的。听衙门那边的消息，今晚整个镇子都要盘查，这事儿是大了。你画像画出来了？画出来了，爹。等我临摹好了，你把这3张送到乡府衙门，他们不是要盘查吗？看一看，万一碰到了，就能救出来了。这拐子确定还没有出镇子？这个也说不好啊，但是乡府那边说时间快，应该是没有出城。如今主要是不知道是一伙人还是几伙人凑一起了。春晓的画像很快就画完了，将3套画像交给了严大山跟严大河，2人带着画像去了乡府。婶子，你们如今要让自己放宽心，乡府今日要盘查，咱们今日呢就待在客栈等消息，若是不成，咱们再自己出去找。官府能搜宅子，他们不能，所以若是官府都找不到，实则他们的希望会更小。春晓在心里祈祷，希望今日就能找到那些孩子。大哥，这小妹，他们说要找你帮忙。严姑娘，你送来的画像我们看了，画得十分的好，我还以为几个孩子你都认得，结果他们2位说呀，你是根据家里人的口述画的。我们一共丢了6个孩子，还有3个孩子不知道长相，我想请你帮忙把他们的画像也画下来。他们的父母啊都跟着一起来了。春晓提不出拒绝的理由，没办法，他只能让他们一个个描述特点，细致的画，细致的改。几人的画像画完已经是酉时了，官兵拿着画像走了。兴许他们昨日得了手就出了镇子呢。我们昨日啊可是把镇子都翻遍了，拿着画像问了许多的人，都没有人见过。这镇子不能一直封着，昨日好多人都有意见，差点就闹起来了。厅长说了，今日午时就解封，只能另外想法子了。方氏婆媳俩又哭了起来，有妇人干脆嚎啕大哭。衙门没有办法，几人待在衙门于事无补，趁着这会儿还没有解封，决定拿着画像再在4处找找。这人不出来，有画像也没有用啊，大家都说没有见过，肯定是抓了人以后藏到哪处呢。哎，春晓啊，如今怎么办呢？爹，我如今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。几人找不到人，又想不到好办法，
只能漫无目的的在街上走。突然，一辆马车从春晓跟前驶过去，春晓没精打采的看了一眼驾车的人。这镇上的有钱人还不少，昨日看到了马车，今日又看到了马车。等等，他脑子里电光火石，转身看向那辆走远的马车。春晓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不走了？不过，你是还想去府衙吗？大哥，那个赶马车的人脸上有个大痦子。大痦子怎么了？春晓，你不会看到人家长痦子，还想追上去瞧一瞧吧？如今呢，真不是时候。当初延吉被拐的时候，我问过二牛，二牛说抓他们的人里面有一个人脸上就长着大痦子，而且也是赶的马车。几人一听都是一震，如今不管是不是巧合，他们都要过去看一看了。人家赶着马车走得快，我们追不上怎么办？这地上有车轮子印，咱们跟着轮子印找，兴许能找到。怀天说的对，咱们跟着车印子去看一看，看一看总不犯错啊，兴许能有线索呢。印子在一个后院戛然而止。进不去怎么办？要不要找官差来帮忙啊？那肯定不成，如今没凭没证的，怎么搜人家院子？这处昨日肯定搜过了，万一是巧合呢？巧合的话，咱们赔银子就是了。人家知道我们找孩子，肯定也会同情一二的。我觉得还是找官兵吧。咱先看看再说吧。后头有个院子，我翻过去看看。爹，我去吧。杨怀天看了看院墙，这个高度应该是可以翻过去的。你可别乱来，私闯民宅是犯法的。春晓看了看边上的一户人家，他突然就想到了一个主意。你们可别轻举妄动。舒文，你跟我来，你们先在这处守着。姑娘，你们找谁呀？嫂子，我们不找谁，是这样的，我这外甥调皮，玩的时候把一块玉搞不见了。他说他可能是不小心甩到隔壁院子了，那玉呀，是他跟人家姑娘定亲玉，丢了亲事就怕没了。这我们也不确定在不在那边，便想着能不能借您的屋顶往那院子里看一看，若是有，我们才好登门啊。说着，他从荷包里掏了1两银子放在那妇人手中。嫂子，你行行好。行啊，你们看吧，这小伙子也太大意了，怎么能把定情信物给弄丢了呢？这可是大事。舒文对他姑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这样的谎话都能张口就来。不过这确实是个好法子，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看到院子里的样子。他们跟妇人借了梯子，拿着茅草上了屋顶，假装给屋顶铺茅草。二人顺利地爬到了屋顶，不仅看到了院子里的情况，还看到了在院子外头鬼鬼祟祟的父子几人。姑姑，有好几个人呢，但是没看到孩子呀，咱们太疑神疑鬼了一些吧。春晓看了一阵儿，忙带着舒文下了房顶，接着便与妇人道谢出了院子，一路疾走到了父子几人跟前。爹，大哥，二哥，你们谁赶紧去找官兵，这处院子有问题。真有问题？不过哪里有问题啊？普通居民居住后院是不会有人把守的，这里又不是镖局。赶紧去找人，等会儿人坐马车走了就追不上了。严家父子3人都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，忙让严大河带着杨怀天去衙门找官差。你们看到孩子没有？见舒文摇头，他再次叹气。没看到孩子，这事情也悬呢。你们刚刚上屋顶，院子里有人看见你们没有？不知道看见没有，我们假装铺茅草，看见了应该也没事吧，铺茅草也算是正常活动了。他们正说着，就听到院子里似乎有一阵响动，不知道这些人在做什么，他们又不敢离得太近，怕说话的声音传了过去。院子里似乎传来了说话声。大哥，你跟舒文去前面看着吧，若是前门出来人，可以假装问路攀谈一下，总之见机行事。那我们去前头。爹，您跟春晓当心啊。2人听着院子里的动静，没一会儿说话声就没了，似乎人进了屋子。春晓此刻恨不得自己有双透视眼，都看看里面的人在干什么，是不是真拐了孩子藏在里头。相府的官差是2炷香后到的。严姑娘，你确定这宅子有问题？差爷，我就是有些怀疑，不如你们查查，若是我猜错了，我们赔银子。是了，大不了赔银子，这种时候自然是任何线索都不能放过，赔点银子有什么？
那官差看着他们颇有些无奈，对着手下人做了做手势，让人去敲门。头，这处昨日搜过了。让你敲门就去敲门，废什么话？那小差没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去敲门，结果敲了半天也没有人应。里头没人？有人，刚还有人说话来着。那领头的一听，走上前，用力地拍起了门板。官府排查，赶紧开门！拍了一阵儿，还是没人应声。最后当差的不耐烦，一脚踹开了门。可后院空空如也，哪里有什么人？奇了怪了，刚刚明明有人呢，怎么这一下子就没人了呢？众人从后头走到前头，守在前头的兵跟严大山他们也进来了。大哥，你看到前头有人出去没有？严大山摇了摇头。正在此时，侧门边跑过来一个当差的。头，有辆马车刚刚从我边上跑了。搞了半天还有一扇侧门，真是失策。赶紧带2个人去追，看到官兵就逃，我看这宅子也是有问题的。领头的官差对着底下的人发命令，让他们在屋子里好好的搜搜，并让人去附近盘问，看看这宅子里原先住的是什么人，是做什么的。头，你快来！几人连忙到了后院。头，这处有个地窖，这处昨日晚上没有发现有地窖啊。赶紧打开看看。官兵们打开了地窖，下到了底下。头，有孩子，这底下有孩子。有几个？太黑了，看不清楚。哎，我们把他们弄上去，你们在上面帮忙接着啊。春晓啊，听到了吗？有孩子，有孩子呀！爹，太好了！所有的人都高兴。等孩子们一个一个的被递上来，严大山他们终于看到了浑身灰扑扑、无精打采的严二初。二初！二初有些呆傻地看着一群人，最后叫了一声大和叔。孩子没事儿，太好了！原本以为就6个孩子，结果递上来才发现总共有11个，男孩8个，女孩3个。怕是还有其他镇子的，你们真是做了一件积大功德的事情。他让手下当差的又在各处的地面看了看，仔细的又查了一遍，在确定就这一处地窖之后，把宅子封了，带着人全部回了襄府。严大山则去客栈里通知等消息的人。春晓他们高兴极了，总算是找到孩子了。只是后头官兵回来后才知道，让人贩子的马车跑了。让你跟紧我，不要随意走动，你不听，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了。小芳是哭的那个悲痛，几户家里人的哭声瞬间混成一片。等他们终于哭够了，庭长出来了，大家纷纷跪了下来。好了，大家都折腾了1个晚上，担惊受怕的，赶紧领着孩子们回去休息吧啊！孩子们都累坏了，镇口已经解封了，这次啊吸取教训，多多看紧自己的孩子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严姑娘，请留步。庭长将春晓留了下来，严炳发他们都担心地看了过来。啊，无事，我就是有个事情找严姑娘帮忙，说2句她就可以走了。爹，你们去外头等我吧。春晓出襄府大门的时候，外头的几户人都还没走，都等着他出来要与他道谢。大家都别客气了，赶紧带孩子回去吧。我看孩子们也被折腾不轻，回去好好疏导疏导，他们心里应该都吓怕了。众人这才带着各自的孩子走了。庭长找你做什么？人跑了，没有抓到，他想让我帮着把见到的那人的画像给画下来。我还有纸墨那些在客栈，咱们赶紧拿了东西就回去吧，家里人肯定都担心坏了。是，那咱赶紧回去，他爷爷还有他爹他们肯定是急坏了。几人回到客栈，严大山他们拿了东西退了房，就在大堂里等着杨怀天来接。结果来了2辆马车，严福平还有严石头、严木头都来了。真是吓死我们了！昨日我们来镇子不让进，一早又来听消息，直到镇子解封才进来。一打听，孩子找到了，我心到这会儿啊还在砰砰跳呢。老婆子，你还好吧？没事儿。咱赶紧回去吧，孩子受了罪，得回去好好休息。对，福平，昨儿他们几个为了找孩子都没怎么睡，咱先回去再说。严福平父子感激地看着严炳发他们。回去，那就回去，咱回去说话啊。
春晓一看，赶车的居然是淑凤，刚刚还没有注意到他，就知道你会来凑热闹。这回可不是我要来的，这回是奶奶她让我送叔叔他们过来的。奶奶他们担心你们出事，让我过来探消息的。几人上了马车，这上了马车，春晓还真觉得困了，他将被子往身上一搭，准备靠着车厢睡觉。什么时候到的村子都不知道，只知道自己一觉醒来已经是晚上了。小姐，您是不是要喝水？小花，这怎么就天黑了？小姐，大山哥说您太累了，说让您休息不要吵。这才天黑没多久，您肚子该饿了吧？我去给您下个疙瘩汤。我起来。小姐，这会儿天都已经黑了，你起来做什么？睡不着了，总不能睁着眼睛看着吧？春晓笑了笑，穿着衣服起身。你生炉子呢？这么大的味儿？没有啊。小姐，好像是有柴火味儿，我出去瞧瞧。两人刚走到院子，就见靠院子的墙边起了火。不好，边上的棉花杆子燃了！哎呀，这怎么半夜烧起来了？小花一急，忙拿着桶去井里打水。春晓打开院门去查看，谁知他刚出院子就被人一棍子打晕了，头有些嗡嗡的疼。他动手想要摸摸发疼的地方，结果发现手被绑了。他知道这是被人绑架了，心中一惊，就听到旁边有两人笑了。哟，这是醒了。我还真没有想到这娘们家里有这么多钱，这一箱子有大几百两呢。何止啊，那不是还有一箱子布吗？三江这人也是够磨蹭的，知道这么个金主居然如今才说，要是知道有这么个来钱的路子，还管那些孩子做什么？几十个孩子也抵不上这么一个呀。严三江，好几年没有见到的人，如今居然从这些人嘴里说出来。他又想到了小花，不知道小花如何了，有没有被抓。他呜呜了两声，就有人抽开他嘴里的布巾，而车上人只是笑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刚说话，你不是听到了吗？你今日坏了我们的好事，难道还不知道我们是谁？突然不知道是谁对着他的脸就是一巴掌。臭娘们儿，管什么闲事儿？今日我们差点就被抓了，要不是三江那小子认出了你，我们都来不及跑呢。筹划了半个多月的事情，就这样被你给搅黄了。若不是有这么多银子，你以为你能活得成啊？你们把我身边的丫头怎么了？你那个屋子都烧了，你那几个丫头估计也葬身火海了。这么有良心的主子，自己都自身难保了，还想着一个丫头？畜生！嘿，老二，听见没有？他骂我们畜生。这词儿啊也不新鲜了，你该骂句新鲜的啊！突然又是一巴掌打到脸上。看你长得还不错，不如我们做做好事，把你卖到外头去给老痞子们做个田房，应该还能得几两银子。看到你这一箱的银子的份上，算了，我们让你少受些罪，不然今日的事情怎么也该断条腿。这群人没有底线，这么说还真有可能这么做。春晓有些恐惧地缩了缩脚。臭婆娘，我还以为是不知道怕呢，原来也知道怕呀。他心里恐慌，慌乱不知道要如何自救，真正的心急如焚。车子走了许久，终于在一处地方停了下来，听声音上来了一个人，然后车子又继续往前走了。春晓默默地斜靠着车壁，没有说话。三江，这次啊可要记你一大功，这娘们家里啊是真有钱，你看看。车厢里响起了箱子打开又关上的声音。让你们去搞钱，你们把人掳来做什么？她一个出嫁过的婆娘能卖几个钱？哟，你莫不是心疼了吧？我可是听老陈说过了，你跟这娘们儿以前有过一腿，你若是还惦记，这娘们儿先让你玩玩也无妨，等你玩腻了再卖。春晓在一旁咬着唇，气得心里发抖。昨日在屋顶，严三江肯定是看到他跟舒文了，所以知道自己肯定是暴露了，带着这群人跑路，然后晚上潜到他那处伺机报复。你们两个别胡说八道啊！谁惦记他？我如今这样都是拜他所赐的。这箱子里面有多少银子？没数，大几百两倒是有的，家里搜了个遍，就搜到了这么2箱有用的。等回去了，咱们就分账。有了这些钱，老子回去都可以金盆洗手不干了，找个婆娘睡觉过日子。两个人笑得得意。你们就搜到这些？你们就搜到这些？他们家就没有棉花粮食那些的？那些带着不方便，
一把火全烧了。严三江都快被他们蠢哭了。他看了看地上抿着唇的人，你也别怪我，若不是你，我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。严三江，你想把我怎么样？我没想把你怎么样，你是他们掳来的。我这人呢，求财不害命，你自然是他们处置。怪也只能怪你这人多管闲事儿。你那时我原本是没想这么早下手的，谁让你断了我的后路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就算不是这次，以后他随时都有可能被端。这被贼惦记，终有这么一遭，他逃不过这场劫。车子一路颠了许久，总算又停了下来。接着，春晓便被拖下了车子，丢到了一处。赶紧把这些银子拿下来藏好，这处若是再被端，咱哥几个就没地儿待了。二哥，这么多的钱，那咱们干脆在县城去买套宅子，也不用东躲西藏了。你不是还养金盆洗手的吗？老子就说说而已，你还真当真了？做这行这么久，哪能说洗手就洗手？不过最近闹太大，躲躲风头还是要的。春晓在屋子里听着他们谈话，这人一直二哥二哥的叫，看来上头还有一个大哥啊。这严三江肯定不是他们大哥，他们都是直接叫他的名字的。如今眼睛被遮了，这是哪里他完全不知。他手上的镯子居然还在，应该是夜里太黑，这些人绑他的时候是连着衣袖一起绑的，没有发现他手上的镯子，就是不知道这镯子敲断了能不能磨开这绳子。他正想试试，突然听到了开门声，吓得他一动也不敢动。那人走近了他，一下子扯开他眼前的布。严三江，你的脸怎么这样子了？还不是拜你所赐，当年从村子里出来伤了腿，去找工结果没人要，赌坊的人又催赌债，那群人逼债的手段你们根本就想象不到，我这些年受的苦你们根本想象不到，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。严三江，明明是你去我们家偷盗在先，接着又诬赖我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你却将错算到我的头上，你也不过是一个只会逃避的懦夫。我早就知道你伶牙俐齿，行，看你能够得意到几时。嘿呦，三江，还说你对这婆娘没意思，趁我们不注意还私会上，让你上你又怂。哎，你若是真喜欢，我替你看着门。哎，你若是真喜欢，我替你看着门。严三江看了一眼地上的春晓，举着火把走了，门再次被关上。不行，他一定要想法子逃出这里。他小心地挪到了墙边，太好了，墙体坚硬，应该可以磕碎他的镯子。他也顾不上那么多了，凭着一股子猛力将右手往墙上甩去。这镯子也不知道是什么玉做的，扎到肉了。不过镯子终于是断裂了。他反手在地上摸了半天，才摸到一截断玉，一不小心就磨到了肉。这个时候自然是顾不上疼了，这是唯一脱困的方法，若是天亮就完了。好在麻绳虽然结实，他磨了个把时辰，总算是磨开了。解开绳子，手上火辣辣的疼，都是口子。解开绳索之后，他摸着黑，小心来到门边，生怕自己弄出动静惊动了其他人。外头一点声响都没有，应该是没人把守。房门从外头上了锁，拉不开，他又去摸窗子，太好了，窗子能打开。他小心翼翼地推开窗子，翻了出去。他四处找东西，好在院子里堆了柴火垛子，他搬了2捆，小心地搬着柴火堆在墙边，然后踩在上面翻了过去。出了院子，他就一路狂奔，结果路不平，接连摔了2跤。顾不得那么多，他爬起来继续跑。就这样跑着跑着，整个人都有些虚脱之时，前头突然出现了一丝光亮，接着便是一阵由远及近的马蹄声。他心中一惊，想要往路旁躲，奈何体力透支严重，跑2步就摔倒了。谁？马已经跑到了跟前，马上的人举着火把停了下来。春晓借着马上的光亮看过去，心中刚升起惊喜，下一秒他便晕了过去，手腕上有冰凉凉的痛感。他缓缓地睁开眼睛，院子里有捶打的声音，已经是白天了。这是哪儿？他心里一惊，想到昏倒前的最后一幕，他微微扯了个笑，应该是得救了。姑娘，你醒了，你的手已经包扎过，上了药了，不严重，过几日就能好。小哥，送我来的人呢？姑娘，
你是半夜被送过来的，送你来的人说让我们给你包扎，让我们照顾好你，给了钱就急急忙忙的走了。小哥，我无碍了，麻烦你们了。你的药，擦手的药，我拿给你。多谢。昨日救他的是东升，看样子东升把他送到医馆就走了，拿了药，他便去了镇上的车行，租了牛车跟车夫，让人将他送回严家村。禀发，禀发，你闺女回来了，春晓回来了。春晓，你没事啊？春晓，你娘在里头哭呢，你赶紧去吧。哎呀，真是老天保佑，老天保佑啊！快到门口的时候，周氏他们跑了出来。你回来了，可吓死娘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李正提着的一颗心总算是放下来。小花，小花，你有没有事啊？小姐，我没事儿。娘，咱让小妹回屋里坐吧。春晓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春晓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东升昨日夜间骑马到村里，说这边着火了，让我们过来救火，他人却不见了。这火是怎么回事？你去哪里呢？昨日找不到你的人，我们都急死了。娘，昨日过来烧我房子的是人贩子一伙的，我被他们给掳走了，是东升救了我。院子里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。不对呀，那人贩子怎么知道是你帮的忙？他们不是逃了吗？这也太可恶了。小妹，你有没有受伤啊？我昨晚就逃出来了，半路碰到了东升，他把我送去了医馆，我没事。院子里的村民开始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起来。春晓看了看邹氏也在院子中，严三江的事情他便没说。邹氏是个努力的妇人，若是知道自己小叔是这样的人，怕是村里人很难不对他们产生成见。官府如今也在捉拿这帮人，他得帮忙把画像画出来才行。你说东升救了你，那他人呢？他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呀？石柱叔，我昨日见到他就晕了，醒来的时候在医馆，没有看见他人。石柱叔，东升很厉害的，您别太担心了，他肯定是找官府去抓人去了。这房子怕是住不成了。是啊，是得重做，这屋子的东西都烧得差不多了。好在昨日粮食抢救出来不少，粮食损失不大，等会儿我们再收拾收拾。你跟小花先住到我那处去。村里人见他回了，如今又要收拾屋子，能帮的帮了就散了。春晓趁着他们收拾的间隙，从卧房墙面抽出了暗格，拿出了里面的盒子跟包袱。可能是因为里面是一个中空的环境，或者是这火还算是灭得及时，银票居然没有影响，他总算是放心了。严大山骑着马接了他们回村中。我看小妹你啊，以后干脆就住这儿算了。村委好是好，可容易出事儿啊，你这都出2回事儿了。我觉得也是，姑姑，你要不就听我娘的住过来，昨日那样多危险啊！要不是东升哥回来报信，那屋子不知道得烧成什么样。小花肯定也是东升救的，我们看到他时，他就躺在篱笆门口。是啊，这回多亏了东升，不然就真出大事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哪有小姑子长期住在哥哥家的？我想好了，原先我就想重新做房子的，如今房子烧坏了，我索性就重新画图纸，做一个我喜欢的房子。到时候从庄子里调4个人过来，屋子里有人，后头也不怕了。你这孩子太倔了，吃了亏都不长教训，我是管不了你。春晓，之前我问你那些个拐子怎么找上你的，你还没说呢。我左想右想，具体的也就我们几家人知道。这拐子当时都跑了，他们是怎么知道的？是严三江。这跟严三江有什么关系啊？严三江他毁容了，如今跟拐子们是一伙儿的。那日我们上屋顶，他应该是看到了，所以官府来的时候提前跑了，是他们团伙报复把我掳走的。屋子里的钱跟布都被他们拿走了。太可恨了！刚刚村子里人问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呢？那孙氏总是阴阳怪气的，看他生了个什么好鸟，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。他是不讲理，但是大强哥跟邹嫂子还是不错的，平时跟我们没有过节。我想着等人抓到的时候再看吧。那东升又是怎么回事啊？他怎么知道你那处着火的事情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只能等他回来问问了。那你报官了没有？我怕你们担心，醒了就直接回了，没有去府衙。大山、大河，你们赶着马车去一趟乡府，这个事儿啊，咱得报官。咱村子如今危险，
不把人抓回来可不成啊。几人在屋里说着话，外头院子突然响起了敲门声。杨怀天带着淑凤去开门，一看方氏一家子都来了。春晓啊，这次啊都是我们连累你，若不是为了救二初，你也不会被拐子盯上。你放心吧，你那做房子的钱我们会想法子赔给你的。方婶儿，傅平说不关你们的事，就算不是今日，后头我还是会遭难一次的。怎么会？这就是那拐子打击报复。春晓怕他们愧疚，就把严三江的事儿说了，只告诫他们不要在村子里提这个事儿。你这丫头啊，就是心太好，这个该死的严三江真是不知悔改。这事情原委已经告诉你们了，你们也别太自责。老头子刚刚正准备让大山跟大河去相府报案呢，咱们可不能放过这群人。木头石头也是气愤，这个蛀虫，好好的力气不上阵杀敌，专门祸害自己人，真是该死。严大山跟严大河去镇上了，方氏他们留下来说话，一直说了好久才走。东升是跟着严大山他们一起回的。东升，你回来。婶子，春晓他还好吗？春晓这会儿在屋子里睡觉，小花陪在边上做针线。他没事，他说昨日是你救的他，是你把他送到医馆去的。娘，您先别急，让他进屋坐着说吧。娘，我去跟石柱说回个话吧，就说东升回了，上午他没见到人可着急了。爹，我去吧。舒文起身跑出了院子，严炳发将人拉到了堂屋。东升啊，昨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给叔说说，叔这心里啊到如今都不踏实。昨日真是多亏了你，你可是我们家的恩人呐。哎，你们是在镇上碰见的，报官了没有？爹，东升昨日半夜啊就报官了，那头的人跑了一个，其他的都抓到了。春晓的银子也找到了，向复仇等结了案子就可以还回来。东升坐到中间看看严家人。昨日夜间我从外头回来，绕路从村尾过的时候，正好看到房子起火了。我去的时候就看到小花姑娘躺在院子里，屋子里面已经着火了，没有看到春晓。后来我骑了春晓的马去村子里通知人救火，然后就去找人，半道还真让我找到了车轮印子，我便跟着车轮印子一路追。天太还不好看，花了些时间，好在总算是碰到他了。碰到他的时候他已经逃出来了，看到我就晕过去了，我便把他呢送去了医馆，然后通知官府去附近找人，就是这样子。十分复杂的过程被他简单的一句话就讲完了。人都找到了，怎么还跑了一个？他会不会还来找春晓的麻烦呢？婶子，你放心好了，只剩下一个，官府把抓到的人审一审，那个也很快就能抓到。这次啊真是多亏了你，等春晓醒了，我们登门拜谢。东升被谢得有些不好意思，挠了挠头。应该的，叔，这都是应该的。徐石柱很快就过来了，看到东升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看着严家人叹了口气。周氏知道这老头子肯定怪自己儿子，为了帮人对老爹不管不顾，忙帮东升在徐石柱面前说好话，直说若是没有东升，春晓怕就遭了难，说东升对他们家有恩情。周嫂子，这些啊都是应该的，我是气这个小子有事儿都不给我留个口信，害我白白担心。行了，回去吧啊。东升与严家人道别，老实的跟着徐石柱回去了。春晓醒了才知道东升已经来过了，听家里人说跑了一个的时候，他便想确认一下三江抓到没有，家里人也忘记问这个事情。于是当天傍晚，春晓便在严炳发的陪同下去了东升家。上了药好点没有？都说了皮外伤，没事。昨日的人里面有严三江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他如今关在大牢里了，你放心，他们做过的勾当不止这些，这辈子怕是把牢底坐穿也不会放出来了。那跑掉的是什么人呢？官府说就是你之前跟官府说的脸上有痦子的那个是他们的头目，为人十分的狡诈。春晓一喜，这个好办，他对这个人有印象，他得赶紧把画像画出来才行。好，我就是想问问严三江抓到了没有，既然已经抓到了就好了。你不要担心，以后不会再有这种事情了。还得多谢你，你马行的事情改天我跟你一起讨论一下。什么时候啊？今日都初二了，开了年就要忙起来了，还有他房子的好些事情。就初五吧，初五那天你到我哥那处找我，我给你规划一下。
东升点了点头，将父女二人送出了院子。经过了严福平家的事情，接着又是春晓的事情，村子里总算是平静了。东升哥，我姑姑住这边，你们有事你们聊吧啊。你先坐一下，我马上就好。东升看着他认真的描图，就这样坐在旁边陪着他。春晓，这是你要做的新宅子？对，我想建一个大宅子，你看看我画的如何？以前参军家里就是这种样子的，但是似乎不如你这个好看。参军大人他是丰岳县人？不是，他是京城人士，有一回送重要信报是我陪他去的，那几日便住在他家里。都说战友情非同一般，但是古代似乎更看重门第。看样子你跟参军大人关系很好啊。大家出生入死，感情自然会比旁人好一些。你坐过来些看看，你见过世面，看过真正的好宅子，你帮我瞧瞧，我这宅子哪里要修改？我这都是自己想的，怕是有一些不合实际吧。我哪里能提什么意见啊，就是见过也就见过那么几次。我看你画的挺好的，春晓，你画画画的可真像，还好看。让你给我提意见，你居然拍我马屁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到时候自己琢磨。你到时候做房子要找工匠那些，我可以去城里给你跑腿儿。好啦，咱们说说建马行的事情。你先给我说说你的计划，不然我没办法给你规划。你们总共有多少人，多少马，准备建多大规模？我们准备跑青州到北边的路线，负责的就是之前你见过的包括我在内的5个人。北边各个县府都有我们认识的人，大多有些伤残，但是赶车送货的话不影响。马的话有30匹，剩下的我们想添置牛车。青州到北边是指到丰岳，那要设的点可不少啊。确实不少，以我目前的资金能力肯定是办不到的，所以我想请你帮忙。请我帮忙？你要我如何帮忙？春晓，东升犹犹豫豫地开口，我想请你跟我一起办这个马行。你想邀请我入股？什么是入股啊？就是让我出钱，到时候赚了钱咱们按出资比例分钱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人还挺精明，其实以他目前有的，跑个固定路线肯定是没有问题，可偏偏他想做大，怕也是想帮一帮朋友吧。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这熟人入股更要慎重分明，与亲兄弟明算账是一个道理。既然是参股嘛，到时候这些马匹都要当做财产算进去，员工工资如何开都要提前定好。另外，既然让我入股，你这生意要是长久做的话，这租金让别人赚不划算。你们要在哪里设点，我呢便在哪里设铺面，这租金到时候算给我就成。行，你若参与都是你说了算，咱们按比例算钱。既然是从青州开始，左园便是第一个点，你想找谁负责？那就我负责吧。说实话，他们人手有限，这负责人还真不好找。那可不成，这马行开起来，你呢就是统筹。前2年你肯定是要四处跑，不能固定在一处。县城的业务自然不能你守着。再一个啊，我只负责出钱，中途可不参与管理，这些是必须要想好的。见他皱着眉犯难，这才第一步就犯难了，凡事必须要面面俱到才行。这样，我给你推荐一个人，你可以找旺福哥，他以前在县城做工，对县城呢比我们熟，如今一只手使不上，但是这拉客赶马的活儿不影响啊，你想想吧。行，那我等会儿就去找旺福哥问问这个事儿，你说的事情肯定是没错的。你既然找我，那我就要出一个详细的计划了。这样，你过几日再来，到时候我把具体计划写出来，再与你讨论。这买铺面的事情，怕是到时候也要你帮着看着啦。好，要不我与你一起吧，这么多的事情，你一个人我也不好意思。果然是有良心的小伙子。也行，你在军营待过，这各府的舆图你肯定知道，要不你先把州县图列一个大概，咱们先看看大概要设多少个点，多少个铺面，一个铺面要准备东西花费要多少，这样能算一个初期预算，然后看各出多少银子。州县的舆图我那里有一份，你等我回去拿过来。东升很快就拿着舆图来了，两人下午在堂屋讨论了一下午。第2日一早，东升又来了。这春晓与东升做什么呢？我刚去看了看，说什么我也听不懂。
我听舒文说，东升要建马行，要拉咱们春晓入伙呢。咱春晓的本事也是有目共睹，他办的事儿啊，就没有不成的。确实，我看东升在咱村可是顶顶厉害的后生呢。哎，当初还想着他跟淑凤呢。娘，这话呀，您就别提了，让怀天听了该不高兴了。我就是有些可惜，放心吧，他们不在我才提一嘴，我又不傻。你石柱叔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，这东升今年也24了吧，这么大个人了，还不抓紧说亲事，等啥呢？再等咱村子的姑娘都要被定走了。娘，您觉得东升跟咱小妹如何？你可别胡说，人家东升还比春晓小2岁呢。再说了，这东升没有娶过亲，可不敢往这上头想，说出去该遭人笑话了。咱小妹是嫁过人，可那怎么了？有几个闺女比得上她？我看他们俩在一起就挺配的。这不都说女大三抱金砖，怎么就不能想了？那也不能咱们这头提，咱们这头提就是不像话。而且春晓的事情他自己说了算，他想找人就找人，不想找人我也不逼他。反正他如今的条件，嫁不嫁人都能过得好，我倒是希望他自在些。春晓的企划案做得十分的详细，又与东升讨论了几日，细节那些都讨论进去，所以东升这会儿心里十分的有底气。春晓又拿了1万两的银票给他。这么多？东升拿着1沓的银票，他知道春晓有钱，只是随随便便就给了他1万两，还是让他有些挫败，果然还是差得太远。这些钱都是让你帮我购置铺面的，这县城的铺面可不比镇上的铺面，怕是得要大几百上千两。你就按之前说的，咱们找后院大，铺面不用那么大的就行。我怕呀，这1万两肯定是不够，要不我还是先给你2万两先吧，有那么多地方呢。哎，别！东升将钱收了起来。这么多已经很多了，你再给，万一掉了我可赔不起。若是以后不够了，我再来找你。只是够铺面，你得帮我开个户籍证明书，到时候好给你落户。我明日去一趟襄府，那人的画像我画好了，明日就送去襄府，顺便去开一个户籍证明书。那我明日陪你去吧。啊，我明日想去镇上给我爹买些东西，我想搭你的便车。行啊，那咱明日一起去镇上。我还要去一趟陆村，要不你陪我走一趟吧？那头你很久没有去了，他们见到你啊，肯定高兴。东升高兴地同意了。第2日正好是初10，春晓跟小花坐在马车里，东升赶着马车带着他们去了镇上。3人先到了襄府，春晓将画像交给了衙差，几个衙差早就与他熟识，不用他问就把这几日追查的事情告诉了他，并让他将自己的钱跟布带回去。春晓有些惊讶，差大哥，不是说要等案子结了才能认领吗？严姑娘，你的事情啊，大家都知道，走个过场而已，领回去吧，无碍啊。春晓很感激他们，觉得他们都是难得的好衙差。这箱子从找到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动过，若是少了也没有办法。严姑娘，你不如好好点点，有缺失我们好做记录。春晓便跟小花点银子，具体的他是不知道，但是大差不差了，应该是没有动过。差大哥，咱们襄府的差爷总共有几位啊？总共所有的就12个。严姑娘，你可是有事儿？过年的时候，为了我们的事情，大家都辛苦了，怎么我也要感谢一二。今日正好，银子也在这里，就当我感谢各位的。小花，给各位差爷一人拿10两银子当酒钱。使不得，这可是使不得呀。大人，这是我一点心意，我呀这为求各位办事，所以算不得贿赂，纯粹是为了感谢，您就不要再推辞了。说着便让东升跟小花往每个人的手上塞了10两银子，没到的也把钱留下了。在场的衙差一个个面面相觑，随即开心地笑了起来。这些银子都够他们几个月的俸禄了，他们许多也是普通人，不过是做的一份差而已。没想到大年初10得了这样一笔天降的钱财，纷纷对着春晓表示感谢。春晓又拿出了30两，这个麻烦帮我交给庭长大人，这也是为了感谢他的酒钱。他可不敢这么光明正大的给多，不然到时候别人真要说他贿赂了。姑娘放心好了，跑了的那个人如今已经有线索了，再加上你的画像，很快就能找到的。辛苦大人们了。东升大哥，我听说你以前也是我们小姐庄子的管事。是啊，去军营前
我就是这陆村庄子的管事，许久没来了，还有些激动呢。你激动什么？这边又没有变，可惜啊，如今都是要做老板的人了，我可是请不起你了。你今日到啊，肯定会让他们大吃一惊的。不过庄子上添了10几号新人，你怕是不认识。哎，春晓，你说笑了，你若是请我，我还是可以给你做管事的。以前在军营的时候，我还时常想着庄子上的事情呢。在庄子做事简单，我很喜欢。您是不是徐管事啊？王管事，我是徐东升。我今日陪东家过来看看你们，你们还好吗？管事，你长高了，长壮实了，不像以前了。如今彻底变成了一个大男人的样子了。小花，你陪东升去庄子转转，我找管事说几句话。如今庄子完全不用他管，他如今来的主要目的还是那些个银票。王管事，这里有12万两银票，跟上回一样，你安排人全部去各处钱庄兑换黄金。上次5万两已经让王时文担惊受怕好一阵子了，没想到东家这次一给又是12万两，他再次颤着手接过。东家，这么多的钱都存到地窖里，实则也不是怎么安全的。若是庄子里出了意外，他都不敢往坏处想了。你先换啊，这回家里出了一点子事儿，这钱呢都差点给烧没了，换成金锭子安心一些。后头家里重新做了宅子，我会重新安置这些钱，这段时间你可得务必当心些。您既然交给我，我肯定给您保管好。东家您放心，钱在人在，钱没了我也不活了。这话说的春晓哭笑不得。你可别说这些话吓唬我，我要钱好人也好。你帮我留意留意，过些时找2男2女，以后呢去我那边宅子做事。春晓想了想，最好是壮实一些，或者多2个也成。是要夫妻一起的还是独身的？都行，反正是给我看宅子，以后呢就住到我那边去。过些时我让人再买一些人回来给你补齐人手。东家，您要人看宅子，怕是大伙都愿意去的，我这回啊怕是要得罪人喽。2人笑着出了屋子。东家，有个事情我也是最近几天才知道的，有村里的寡妇看上了咱庄子的男人，那寡妇是咱庄子的长工，带着个孩子，咱庄子那个人呢对人家也有点意思，这个事情要如何办呢？这自己庄子的人婚配咱还能做主，这村里人我们也不好办呢。我警告过咱庄子那个了，让他不要做错事，让东家为难，他自己心里也清楚。这正好是年初，我想着把那寡妇除名了，兴许好。你看好庄子里的人，约束好他们，这个事情嘛，你得让我想一想，等我想好了再回你。回去的路上，春晓一直想着这个事情。东升虽然在赶车，但是听着他与小花聊天，也知道他在为这个事情犯愁。其实春晓，你又何必忧愁这些？他们都是你买来的，本身就不是自由身，与常人不同。我见到的那些下人，就没有像他们那样活得自由的。你给他们的已经够多了，你有没有觉得，你对他们越好，他们便要求的越多？你说的这些，我自然是懂的，但是说实在的，我并不想把他们当下人用。其实，只要他们够忠心，作为普通人被我聘用，我反而会更安心。为何？买人不就是为了让他们为我们所用吗？说实在的，你只要在庄子下一道命令，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，就什么事都没有了，你也不用犯愁。大概是我们的观念有差异，我还是希望他们能过得更好，或者是我能够通过一些做法让他们的日子过得更好，我愿意去尝试。哪里是观念不同，终归是我们小姐心善。东升大哥，小姐她决定的事情，咱们帮着想想主意就成了，用不着劝。他们小姐的性子，他再清楚不过了。东升没有再说话，赶着马车去了镇上。东升，你还有什么想买的？没有了，回去吧。你们明日不是去县城吗？有没有什么要准备的？也没有什么好准备的，去了直接找合适的铺面，开始肯定是要在客栈住2日的，所以东西呢是越少越好。你放心，我跟望福哥会互相照应的。哦，对了，听你跟王诗文说的，你是还要买人呢？我要起新屋子，怕以后再出这样的事，我想从庄子上调4个人回去守屋子，庄子人少了，自然是要买人的。那我们去了县城，跟你一起办了。这样，咱们倒不像是合伙，你倒更像是我的管事了。其实合伙管事都行，反正也是春晓你出的钱多。
你要建屋子，我还想着从县城帮你找工匠呢。你那宅子的样式，我怕镇上的工匠未必能做得出来。你这说到我的心里去了。做我图纸里那种宅子，确实是要一些能工巧匠。我还想着月中去一趟县城呢。你若是帮我办了，倒是帮了我的大忙。那我去了就帮你打听，争取给你找几个厉害的泥瓦班子。钱不是问题，只要工匠好就行。材料那些他们熟，到时候就包给他们。这样，我今日誊抄一份图纸给你，到时候你带图纸去县城。你不是要跑各处设站点，我把马车给你用，反正我大哥二哥都有，要用就找他们。等点设好了，马车不愁。你忘了，我还有30匹马呢。春晓一窘，对了，建马行怎么会没有车呢？你那些马都放在哪里了？各处分散放着，等点设好了，怕是牛也要买不少。这2个月有的跑了。看样子两人都有的忙了，他要忙他的宅子，东升要忙着设站点。3人回到村子，春晓下午就将图纸誊抄了出来，交给了东升。小妹，过几日二弟还有怀天他们就要去彭东呢，你有没有什么要带的？二弟说让你提前准备。春晓摇了摇头，没什么要带的，庄子如今都顺了，他们自己管着，我放心。二哥二嫂这回去只带昌兴。这短儿盼儿如今也长大了，这跟着跑总归是不好。他明年也差不多是要说亲了。你二哥的意思呢，是今年把庄子整理好了托付出去，到时候跟你一样在家待着收银子，日后若是再买地也不用跑那么远了。每个成功的商人都想着坐着收银子，主要是看实力允不允许。就在东升跟旺福去县城的第3日，工匠们找来了，一起结伴来的是3个熟识的工匠班子。17号这日，镇上传来了消息，今年不再限制作物的种植种类，各种类如数交税就行。太好了，咱们村子终于又该种棉花了。我们盼这一日都盼了2、3年了，终于是解禁了。春晓啊，我们家今年还跟以前一样跟着你们种棉花。春晓啊，我们家今年还跟以前一样跟着你们种棉花。这棉花收成好，价格高，自然是要种棉花的。就是我们那些棉种啊，放了几年，有些都生芽了，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啊？是啊，我这心里也是有些不太放心呢。新鲜的棉种，春晓家里倒是有，都是他那13亩的地里积累起来的。但是庄子、村子都要的话，怕是不够。这种子确实是至关重要，放长了时间可能不行。他与家里人商量后，决定去彭东那边运一部分新鲜的棉种过来。村里人知道后，都自告奋勇的要去帮忙运种子。正好严大河他们20号就要走了，到时候3辆马车一起走。20号的时候，严大河、严明礼还有舒文一群人就正式出发去彭东了。你真不跟他们一起去看你姐姐啊？他们去运粮，差不多10几日就能回了。小姐您这边如今正做房子呢，我得帮您看着。我姐姐她肯定过得好，以后有机会了我再去看她。22号这日，乡府来人了，请他还有李正去一趟。春晓啊，这个事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虽然都是严家人，但是严三江这样丧尽天良是要除族的。我也是可怜邹嫂子他们并没有过错。李正说，这个事情还是你自己拿主意吧，在不在村里通报都随您。他反正能做的已经做了，卖村里一个人情总是好的。李正最终选择了让官府不要通报，寄了卷宗自行处理。他们回去后会把此人从族谱除名，至于他是要坐牢还是斩首，后续都与他们村子无关。这种事情终究是村子的耻辱，他们可丢不起这个人。回去以后，李正就找了严清泉一大家子。第2日，大强哥、邹嫂子，你们的来意我都知道，这个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，与你们无关，就不要再想了。多谢你对我们的维护，李正都跟我们说了，是我们家三江对不住你，我们家人对不住你。春晓，我知道这个事儿你委屈，嫂子多谢你。嫂子自来就要强，这次若不是你，我们家在村子怕是待不住的。小满如今正是议亲的时候，若是这样的丑事爆出来，以后谁还愿意嫁给他？嫂子真的感谢你。邹嫂子都说了，这事情本就不关你们的事，这冤有头债有主。严三江，我说句不好听的，都是咎由自取。我日后不会再提这个事情，只是孙婶子那边你们多约束些，我怕她对我心生怨气。你放心，昨日李正已经说过了，我爹也说过了，我娘她
他就是有些糊涂，说清楚了他也是讲道理的，你们放心好了。既然是我们家人做的，虽然现在没什么关系了，但是春晓那处房子已经烧了，损失那么大，我想着无论如何我们都是要给些赔偿的。只是如今家里刚修了房子，小满又要娶媳妇儿，怕是一下子也拿不了多少，不如我们先打个欠条，先欠着如何？你们若是实在过意不去，不若就这样吧，我大哥二哥家每年呢都要养猪，如今村里养猪的多，你那处猪仔又供不过来，那我们走个后门，你们给我们送2头猪仔如何？这事儿咱们就两清了，以后啊都不要再提了。我娘这2日还说要不要开口跟你们买猪仔呢，实在是怕抢不过别人。这有什么难的？2头猪仔而已，你们要我们还能给了别人。那你们等着，下午我就给你们送过来。只是就这样是不是？其他的就不必说了。严三江呢，肯定已经被族里除名了，既然都已经被除名了，日后也与你们没有关系，出了这个门就都别提了。原本咱们怎么处，以后还怎么处，你们说呢？好，不提了。那等会儿我们就把猪仔给你们送过来。2口子高高兴兴地走了。都说了算了，你怎么还要他们的猪仔？这猪仔人家肯定不肯收钱的，咱们如今也不缺这个银子。娘，崔嫂子是个好强的人，咱们若是就这么算了，她反而过不去，怕跟咱们家生了隔阂，2头猪仔也值不了什么，大家都图个心安就行了。东升是25号回的，到家不久就去村委找了春晓，给了他一张铺面的房契。现成的点已经设好了。找好了，位置还不错，价格还算公道。旺福哥如今在那里看着，等我们的点全部设好了之后再请伙计。咱们之前的策划已经很周全了，你按咱们之前规划的去做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差错的。是不是又要走了？原本是不打算回来着，准备直接去魏县的，这回回来是把买的人送回来，我已经直接送去庄子上了。说完将6份申契递给了他。我如今越发觉得你若是给我做管事有多好啊，我可以少操不少的心。我如今也可以给你做管事啊，等我的马行建好了，庄子上的事马行的事情我都可以定期给你汇报。春晓又回屋给他拿了5000两的银票。你那么多地方要设点，处处买宅子，那1万两根本就不够，这些也拿着吧，反正铺子买了也是我的产业，我倒是多多益善。东升收了钱，每回收钱他心里便有那么一点不是滋味。我这刚开始办，也不想把摊子铺得太大，你若是想要买铺子，我们就选地段好价格好的买几处，其他的我还是打算租几处铺子。我这回买了铺子才知道，这县城的铺子委实不便宜。说好了，你全权做主，等正式运作起来，我们再来看占比定分成。其实马行占多少比例春晓并不在意，只是若是能帮着把马行建起来，他又能挣钱，那这事儿是再好不过了。我在外头的时候，若是碰到了好的布宅宅子的景观石或者是树这些，我便替你一并送回来，就是不知道这宅子等不等得及。那真是太好不过了，我这宅子没有几个月根本就完不了工，你若是能帮我找些好东西回来，是再好不过了。就从我那银子里直接扣就行。27号这日，严老爷，严姑娘，傅宗明，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院子外头立马响起了人声。看，人家春晓认识，这一看就是城里的大老爷，也不知道找咱们春晓做啥，左右不过是棉花的事儿吧？你刚不还说人家是来提亲的，怎么这会儿改口了？我这不是开玩笑的吗？那提亲那不得找媒人呢？春晓啊，这位是……严老爷，我叫傅宗明，是礼泉县人，之前在宿县买地的时候跟严姑娘见过，算是个熟人。他身后还跟着2个小厮，院子里停着他们的马车。严炳发招呼他们坐。傅公子，你怎么知道我的住处？还带了这么多的礼，你找我何事啊？我之前去贵庄问过，一直碰不到姑娘，好在我与宿县主播套了些交情，问到了你的户籍，这才冒面来访。不为别的，就是想跟姑娘讨教讨教这棉花的种植诀窍。去年你们庄子的收益，我用眼估计也能知道，比我们那处强了不知道多少。我自知这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姑娘厉害，我们礼泉那么多棉花的庄子，我就没有见到过一处能像您庄子那样收成的。今年青州放开了种植，我就想跟姑娘取取经。你与我小妹都是种棉花的，这各家都有各家擅长的，这技巧嘛都是个人摸索的，怎么好外传？啊，傅公子莫见怪，
我们都是乡下人，说话呀都直接。这棉花技术都是各自摸索的，都是赚钱的手段，怎么好随意传授呢？院子门口也响起了附和声。傅宗明有些尴尬地笑了笑。严姑娘，我也知道这种植法子你们肯定是来之不易，我自然不会白讨。我想问你能不能把这技术卖与我，我们也不卖出去，咱们两家用可好？要多少价钱？你开个价。傅公子，你这套呢，若是为了买这个法子来的话，不好意思，怕是要白来一趟了。我没有出售这法子的意思，这种棉花经验都是慢慢积累下来的，你们多尝试，相信总能有提高产量的法子。他这话多少也有些扯淡。棉花高产的几个关键是多少年研究的成果，一般人根本就想不到，所以这话敷衍的成分居多。傅宗明自然是听出来了，虽然失望，但这也在预料之中。既然姑娘不愿意出售这法子，那也无妨。傅某这趟来的另外一个目的，便是与姑娘交个朋友。咱们虽然是同行，但是没有什么利益牵扯，日后可互帮互助。姑娘不会连交朋友都不乐意吧？若是傅公子只是单纯的想交朋友，这个自然是没有问题，我很荣幸。我前几日在左源县的西乡镇买了个庄子，我不求姑娘卖我方子，只盼着咱们日后走动多了，姑娘能到庄子指点一二。这也是个老狐狸，懂得退而求其次。人家都客气到这个份儿了，春晓也不好说什么，只能笑着点了点头。既然是在咱们县城，日后自然是要去拜会一二的。几人又说了一会儿话，傅宗明初次登门不好久留，只说了有机会再拜访就要走，严家人要把礼物还给他。傅公子，你既然是来交朋友，这些东西未免太客气了些，你还是拿走吧。这些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我也不知道诸位的喜好，便让置办了这些。我是诚心结交，哪有拿走的道理啊？严姑娘，你说的交朋友，莫不是随意敷衍我的？既然是傅公子心意，娘，咱们就收下吧。我说你这丫头什么都收，人家摆明了是冲着咱们种棉花的手艺来的，你没有告诉人家，如今收了别人的东西，我总觉得咱们矮了一头。娘，小妹做事啊一向有分寸，她又不贪这点东西，她说收，那自然收了无妨，有什么好怕的？真无碍。不管有爱无爱，如今都收了，春晓也不想承认，她纯粹就是说不过人家。大嫂说的对，无碍的。先收起来吧，等你宅子做好了，到时候都给你抬到你那个宅子去。娘，别抬来抬去的了，这些东西都让嫂子收起来。书文不是要说清了吗？这东西到时候都给她，那不能给一部分朵儿，留一部分给我未来侄媳妇，可别说我这个姑姑不疼她。田氏知道春晓一贯大方，没想到这么多东西就这样给了书文，她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。小妹，你还是看看你有什么喜欢的，自己留几件吧。他这个年轻娃子也用不着这么讲究。我到时候宅子起来要什么东西我自己制，这也是一种乐趣，你们可别剥夺我买东西的乐趣啊。2月3日，去彭东运种子的人回来了，村里人欢天喜地，各家开始忙活着种棉花的事情。这日大家都在地里干活，有人突然跑到他们地里，告诉他们好像在村口看到了周氏的小姑子，只是如今穿得破破烂烂，也不知道是不是。你说谁？严二妮？怎么可能？我们家已经跟他们那头断亲了。就是看着像，他看了我们还躲呢。麦娘，你真的不去瞧瞧？今日严炳发帮着运材料去了，严大山又不在，若真是严二妮，总得去看看。严二妮他是知道的，好面子，肯定不会让自己穿得破破烂烂的出门的。田氏听了是头也不抬。周氏见了叫春晓，你跟我去瞧瞧看看怎么回事。两人跟着传消息的人一起来到村口，村口还聚着几个其他的妇人。人呢？那远边路上不就是？我们一靠近他就躲，我觉得应该是认错人了，这二妮怎么可能这个样子呢？可我看着长相分明就是二妮啊。周氏带着春晓往他们指的方向走去，那穿着破破烂烂的妇人看到他们，起先想跑，结果跑了几步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站住了，转过身哭着朝周氏扑了过去，哭的那个好不凄惨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春晓，这真的是你姑姑呀？二妮呀，你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？你这是怎么了？纵使之前对他有再多的怨恨，周氏看到他如今的样子也恨不起来了。姑姑，
您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娘，咱们先回去吧，咱把姑姑扶回去再说。严二妮这样子不像是在外头1天2天，应该是有一段时间了，身上都是一股味儿，熏得春晓有些受不了。你去地里把你嫂子他们都叫回来，我去烧水给她洗一洗，她这不洗不行啊。春晓便去地里叫人。娘，这是出了什么事儿啊？你姑姑不肯说，咱们先把她收拾干净了再说，等会儿倒了水，你煮些饭，弄2个菜。严二妮完全洗干净之后，已经是过了1个时辰的时间。田氏给二妮添了饭，她愧疚地看着田氏，道歉的话在嘴边转了转，终究是没有说出口。一家人坐在边上，看着他对着桌上的饭菜一顿狼吞虎咽，心里都有些不是滋味。等周氏过来的时候，严二妮已经吃完了。田氏拿了碗筷去灶房。二妮呀，你大哥不在家，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？你有什么事情你得说呀，你不说我们如何帮你？你这是离家出走了？周氏这会儿也顾不上断亲不断亲的事情了。严二妮眼角的泪水又流了下来，她用力擦了擦眼泪，一把跪在周氏跟前。嫂子，我错了，之前是我糊涂，做了那么多的混账事儿，我这心里悔呀。周氏被他这一跪吓了一跳，忙将他扶了起来。到底是什么事情？是家里出事了？是张有宽那个混蛋，他把我给休了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又开始哭。在场的人心里都是一惊，连刚从灶房过来的田氏都是一愣。你坐下来，给我们往清楚的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张有宽休了你，这明远他是个死人呐，他自己的娘他能不维护？说到张明远，严二妮更加激动。别跟我提他，我真是后悔生了他。都说有了媳妇儿没了娘，他真是把这点做到了极致。好了，你别哭了，你如今在这里伤心有什么用？除了让我们这些人心疼，让你不好过的人半分坏处都没有，哭又解决不了问题。严二妮总算是不哭了。原本我也没脸过来，只是我实在是不甘心呐，就这样被他们扫地出门，然后凄惨的过后半辈子。嫂子，去年咱2家断了亲，许是那个贱人觉得我没什么利用价值，就成天在家里挑刺儿给我气受。你也知道我的性子，我哪是能让儿媳妇爬到头上作威作福的。于是我俩就时常吵。你不知道那贱人多恶毒，他居然联合村里的寡妇，趁我不在爬了张有宽的床。那寡妇也是不要脸，居然怀孕了。我知道这个事儿后我就去找那寡妇理论，那贱人就在中间挑拨离间。上个月张有宽休了我，娶了那寡妇进门。嫂子，我好恨呐，我为他们累死累活，连自己娘家人都得罪了，他们却这样对我。真是好一场狗血的伦理大戏呀！真的是岂有此理！田氏跟春晓在一旁面面相觑，早就知道那个许氏不是个东西，没想到竟然奇葩到这个地步。娘，要不让姑姑她先去休息吧，她这段时间肯定也累了。对，二妮呀，你去休息一下，等你大哥回来了再说。这不是个小事，你大哥不在，我们这心里也没谱。大嫂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我那样对你，你还这样对我好，我不是个东西。咱先不要说这样的话了，我带你去休息，你先好好睡一觉。周氏总算是把严二妮给安抚住了，出来的时候也是直叹气。这个事儿你们怎么看？咱们跟你姑姑是有嫌隙，但是你姑姑如今这个样子，你爹肯定不会坐视不理的。大媳妇，你如何想？周氏知道，因为上次的事情，田氏恨透了那家人。若是田氏不愿意接纳严二妮，她自然也是站在自己媳妇儿这边的。娘，您跟爹决定吧，我听你们的。他是不喜欢严二妮，但是他也知道严炳发不会不管。如今严二妮这么惨，若是他们不理，那真是没法活了，还不至于深仇大恨至如此。春晓，你给娘拿个章程，你觉得这个事情如何办好？这人是回不去那边了，咱这头如何安置？我好跟你爹说呀。周氏也是头疼，这一家子出了2个回家的姑子，村里头以后都有话说了。娘，我觉得姑姑咱们肯定是要安置的，但是不能住在大哥那处。姑姑那个性格，日子长了总会有争吵的，不如让爹给姑姑
在村里呢买一个小片的地，到时候啊，给他盖一个房子，让他单过，就跟我一样。平时呢，让他帮着咱们地里干活，咱们跟长工一样给工钱，如何？这一年也有好几两银子，肯定不会过得差的。田氏听完，感激地看着春晓，周氏却有些犯难。这不妥吧？我怕你爹不同意呀。咱如今条件好，却放着你姑姑一个人拿工钱过日子，这我如何说？娘，您可不能心软啊，这可是长久打算。咱们姑姑虽然可怜，但是她自己就没有一些原因吗？若是让她跟你们生活在一起，娘大哥大嫂以后如何办啊？本来就心里膈应，还要日日伺候吗？拿工钱过日子怎么了？我当初回来的时候，若是有一个人能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，我肯定是十分愿意的。您得跟爹拆开了说。你说的对，我就这么跟你爹说。那他就这样被休回来，那头咱不讨公道了。有什么公道可讨的？人家要休妻，儿子都不管，咱们再上门能讨到什么好？以后啊，只要咱们姑姑过得好了，离了那一家子人，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。娘，这个事情咱是不是要通知表妹啊？你表妹恨死了他们，那是真恨。等有空去说一声，她来不来还真说不好。她都嫁人了，娘家的事情也管不着。傍晚的时候，严炳发回了，严二妮大概一直没怎么休息好，还在一直睡着。我怎么听村里人说二妮儿来了？你让她进来了？严炳发狐疑地看着周氏，这算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人呢？你跟我回屋，我有话跟你讲。吃晚饭的时候，严二妮起来了，看到严炳发便抱着他又哭了起来。严炳发只是不住地叹气。你以后啊就留在这边吧，那头的事儿就不要去想了。春晓也不知道后头他们是怎么谈的，只知道第二日严炳发告诉他们，以后他们姑姑也在村里立女户，他给姑姑买了1亩地做房子，姑姑以后就回严家村生活了，这之前就先住书凤那个屋。严二妮没有提任何的反对意见，如今对周氏的态度也是今非昔比，大家心里总算是放了心。舒文从庄子回来，知晓了这件事后什么也没说，第二日依旧去了庄子。这件事情不应该通知玉晴表妹吗？你们都没通知她呀？娘说表妹恨咱姑姑，不一定来，以后啊有机会再说。还糊涂啊！严大山丢下这么一句，就去找了严炳发。第二日他便跟着严炳发一起去了方家村，是早上出去，下午回来的。回来以后什么也没有说。严二妮知道他们是去找玉晴去了，但是见他们回来什么都没说，又跑回房哭了一场。张玉晴是严大山他们回来后的第3日来的，严二妮看到他就一直哭着给他认错。再铁石心肠的子女看到自己娘这样也忍不下心，更何况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硬心肠的人。舅舅，我跟二强商量过了，我娘给我接回去，以后就跟着我们过。玉晴啊，二强他同意吗？若是不同意，你可别勉强。这好不容易新成的家，可别因为这个事情生了矛盾。你娘愿意在这边的话，我们多照看着也得的。这还是二强劝我的，舅舅舅母就这么决定了，我这就把我娘接回去。他看着在一旁默不作声的严二妮，抿了抿嘴。你愿意以后跟着我们过吗？严二妮只一个劲儿的点头流泪，最后叫了一声玉晴。你若是愿意将你娘接过去一起去，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。只是你那处地方实在是不够住这么多人的。严大山从怀里拿出了一张100两的银票。这钱你拿着，重新起套屋子，做得好些，日后家里几个孩子娶亲就不用重做了。表哥，我不能拿你的钱，我们如今有好几亩的地，按照你们教的法子已经种了棉花，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的，我们能把日子过好。还拿着吧，家里孩子多，如今又带2个老的，原本就是挤着住的，就当这银子是我们孝敬姑姑的，原本她在这边也是要买地做房子的。玉晴，拿着吧，你娘做错了事，如今也算是得到报应了，她最想的还是得到你的原谅。你们家孩子多活多，她跟着你们，你就让她多做些活，好好反省反省。我肯定好好带孩子，好好做事儿。玉晴，我跟你回去。张玉晴看着一屋子的人，默默地收下了钱。她又看向严二妮，你跟我回去就得保证，以后那边的事情一概不许搭理，就算是我那好弟弟张明远死了，你也不许管。你若是无法保证，那你以后便不要再来找我了。
我已经被休了，以后啊，那边与我再没有关系，我就只有你这一个女儿。张玉晴紧绷的脸总算是放松下来，她心里对严二妮还是有恨的。起初听到她的遭遇，觉得有些活该，但是慢慢的又开始心里不得劲儿，魂不守舍。方二强了解她，与她说了很多，她这才愿意给严二妮一个机会。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不想麻烦严炳发他们，毕竟他们已经帮了很多的忙了。只是这趟来还是麻烦了他们，100两的银票如今不收也得收了。周氏收拾了几件自己不穿的袄子，又让春晓拿了2匹布，春晓索性就多拿了几匹，反正那边人多，肯定用得上。将包袱递给张玉晴，周氏又从怀里拿了5两银子给严二妮。这钱你拿着，偶尔给孩子买零嘴，孩子会喜欢你的。以后改改你那讨人嫌的脾气，跟玉晴好好过日子。为了男人照样活得好，最好是能气死他们。嫂子，我是混账，以前呢都是我不对，我给你赔不是，我以后肯定改。好了，别哭了，把我肩膀都哭湿了。周氏也抹了抹眼睛。赶紧走吧，以后逢年过节跟着闺女多来走动。切记不要再使小性子了，我让大山送你们。严大山赶着马车将人送走了。春晓看着眼睛红红的周氏，娘，你不是最烦姑姑了吗？如今走了，倒是哭得情真意切。咱娘你还不知道，最是嘴硬心软。如今姑姑这样，我倒是觉得比咱们安排要好，还是大山想的周到。我哪里知道玉晴表姐能把姑姑接回去啊？她之前那么恨。这母女情哪是说割舍就割舍的。3月中旬的时候，傅宗明又来了一次，看来这位大老爷是铁了心的要跟春晓交朋友。来了没有提买技术的事情，只是问了棉花虫害这个是如何处理的。人家这也没有问到什么具体的，春晓便告诉他，一般靠调草制农药，但是实际作用不大，最主要的还是要雇人捉虫，这个没办法省。傅宗明高高兴兴的走了。这人来了2回，村里人便开始有了些闲话，都说这县城的老爷是不是看上春晓了，连徐石柱都旁敲侧击的问了春晓这事儿。我们家春晓别人不清楚，你还不清楚，他心思不在这个上面。人家姓傅的说到底是同行，就想借着关系套咱种棉花的消息，若不是他太客气不好拒绝，我都不想接待他。看着徐石柱如释重负的样子，周氏便觉得好笑。你也是奇怪，你们家东升也老大不小了，你就一点不着急，如今倒想着关心春晓的事。东升啊，他自己有想法，我可是管不了喽。孩子大了，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以前他在军营啊，我日日担惊受怕，如今他回来，我便想着只要他高兴，怎么都好。你也别太随着他，这男人在外头的世面见得多了，心都野，不愿意安定。我们家舒文不是一个样子，你跟他说个媳妇，他成了亲，知道了媳妇的好处，自然就好了。徐石柱笑了笑，不说话。一眨眼，3月很快就过去了。4月初的时候，村里来了个新的夫子，也是一个老秀才。4月下旬的时候，严大山跟村里人终于选好了几处庄子。几日后，他便带着小花去了庄子。今日呢，把大家召集起来，只是为了说一个事情，就是关于庄子上各位后半生安置的事情。王管事与我说呀，咱庄子有人与村子的人感情好。一句话说完，大家齐齐地看向一个青年男人。那男人低着头，似是有些羞愧。你们别看他，我想说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坏事。这个事情我想了许久，就想着怎么样妥善处理。最近我想了个法子，决定说与你们听听，你们说可行不可行？你们呢，都是我买来的，表现呢一直都很好，但是既然是我买来的，那便没有随随便便放了生气的道理。我是这样想的，咱们庄子里自己通婚没有影响，但是与外头人呢，这户籍就是一个大问题。